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游戏开始，看他们的样子，也都是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头绪的人。各位，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是死了之后到了这个地方，说什么游戏之类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状况和我平时看的一些动画和小说很类似，大概就是一群人因为意外死了，但是被某个神选中去玩一些残酷的游戏，利用自己的能力攻克游戏活下去。虽然残酷，但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特么的，什么狗屁的神明啊！老子死的就够不明不白了，妈的，死后还来这种神经病一样的地方受气。我倒是觉得这也不是坏事，正如刚才戴眼镜的小弟弟说的那样，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个游戏可以玩，而不是已经真正的死去了。哼，这胖墩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万一那个什么破神就是耍我们怎么办？好了，大家不要吵架，不管那个神想怎么样，既然我们出现在这一个游戏里，说明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根绳上的蚂蚱？这可并不一定。大家冷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墙上出现的字很可能是关于这个游戏的提示。你说你看过类似的动画、小说，有什么头绪吗？驱逐藏在我们之中的2个外来者，感觉像是什么找卧底之类的游戏，但是这游戏说明也太简陋了吧？这些字都说得不清不楚的。桌子上的这些信封里，我想应该有这个游戏的线索提示。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看看写了什么。确实，差点把这信封忘了。总结信上的消息就是，古堡里有很多箱子，红色的箱子放着狼人的武器，只有狼人能打开。每天需要做日程表上的事情，否则会死。每天晚上7点钟召开会议，可投票驱逐1人。如果有人死了，可立即召开会议。晚上必须在会议厅待着，狼人无法行凶。只要有人类活到7天之后，哪怕狼人没有被找出来，人类也可以离开这里。而我的身份是人类。这封信你们怎么看？我差不多搞明白了，这是一个类似于狼人杀的游戏。我们被分为了人类和狼人2个阵营，5个人类，2个狼人。人类需要一边做任务，一边找出所谓的外来者，而狼人则是需要隐藏好自己，同时找到狼人箱子，拿到武器，用武器来击杀人类，让人类在7天内死光。妈的，游戏规则弄得弯弯绕绕的，还写个破信让人翻译，这种游戏放外头肯定没人玩。所以那个破神明才绑我们这些死人来啊，不然确实这种倒霉游戏没人会玩的。这家伙有些可疑，这个时候还能开玩笑。不过对方还可能单纯的是个傻子。但这倒霉游戏我们现在是不得不玩了，还是商量下怎么玩这个游戏的策略吧。刚才提到箱子，我记着信里说红色的箱子是狼人才能打开的，也就是说只要看谁打开红色的箱子，不就知道谁是狼人了吗？那狼人也知道这点，肯定不会蠢到当着众人面开箱子。那我们也可以偷偷看啊。臭娘们在那嘀嘀咕咕的说的什么玩意？好了，现在没必要讨论那么多。狼人杀这种类型游戏，不可能第一次讨论就把隐藏身份的人揪出来，只有随着游戏进行下去，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行为才能慢慢辨认出狼人的身份。但是那样很可能会死人吧？所以这个游戏才会叫死亡游戏。除了性命，我们也一无所有了，甚至就连这性命都已经是预借来的了。很好，现在的氛围应该足够让他们有人意识到，他们除了性命之外，还有一个依仗了吧？等一下，其实情况未必有那么糟糕。我们除了性命，其实还有职业。在来这里之前，我获得了一个职业，所以你们应该都获得了自己的职业，这些肯定对游戏有帮助。我们可以先轮流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和能力，然后根据大家的能力，或许可以制定出更合理的游戏策略。很好，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预期。接下来就是伪装成其他职业。我先来，我叫于龙国，职业是士兵，能力身体素质翻5倍。想不到还有这种职业，真实用。只不过有必要介绍名字吗？有必要，因为这是个狼人是必会撒谎的游戏，所以在自我介绍里说出一些基本的信息，也有助于我判断你们有没有说谎。好吧，介绍下这些也没什么。我叫包六，职业是地痞，能力是可以无视一切规则。虽然我的职业没有士兵那么简单粗暴，但也别随便惹我，我可以无视规则。我叫许秀美，职业是教师，我的能力可以获得本场游戏内相关的一些信息。果然是这样的。你获得了什么信息？是这场游戏额外的信息吗？给我们说说。别急，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得到的信息，毕竟现在场上谁也不知道狼人是谁，如果贸然暴露这种重要的信息，很可能对我们人类不利。万一他自己就是狼呢？你这么急着想从许秀美那里得到信息，我倒怀疑你才是那个狼了。你特么别血口喷人，污蔑老子是吧？别吵了，现在争论这些没有意义，还是等所有人都介绍完自己后再商议。到你了。我叫陈卓，职业是宅男，能力保密。保密？我们都说了，到你了就保密？你搞特殊是不是？没错，我的能力非常特殊，
以至于我无法在这里用语言跟你们形容。等你们见识到之后就能明白了。这小胖子看起来傻乎乎的。我叫姚正业，职业是窃贼，能力我不想说。特么的，又不想说，你也很神秘。看看你起的好头。我叫夏月，职业是兽医，能力是治疗小动物。切，治疗小动物有个屁用！这里会有动物？谁知道呢？说不定这里的主人就喜欢在这里面养宠物。就算这里有动物，这娘治疗了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指望动物帮你找外来者啊？哼！就剩你了，年轻人，你的职业是什么？在我介绍自己的职业之前，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发现了一点，你们抽到的职业和你们现实里的身份、职业或多或少也有些关系吧。这位于大哥气质很像是军人，陈卓你也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宅男。夏月，你身上甚至都还穿着箭牌大褂。许秀梅女士，你现实里应该也是老师之类的职业吧？没错，我是一名中学老师。这就对了，看来我的推理完全没错。表演的本质其实就是欺骗，你要骗过自己，骗过观众，让所有人信以为真，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我叫林业，职业是侦探，而我的能力是查验在座诸位的身份。我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其妙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赖皮的能力？我看你就是在胡言乱语，挑拨离间。你说你的能力是查验身份，你的能力完全跟这个游戏相匹配，我认为你在说谎。我们的职业不是在这场游戏开始之前就获得的吗？按理说，职业能力不应该跟这场游戏的内容直接相关。这帮人果然没那么好骗。我的能力其实是知晓对方一个隐藏的秘密，那放到这场游戏中，不就是可以查验身份了吗？但是为什么你一开始不如实告知呢？因为我觉得能窥探别人秘密这个说法，说出来会让大家比较有抵触情绪，不是吗？原来如此，难怪你一开始那么说。知晓别人一个秘密，这倒是很符合侦探这个职业。在这种身份游戏里，侦探这个职业好像很强力啊。那肯定的，这种预言家职业在狼人杀游戏里就是要带队的强神，围着他打就能轻松拿下。成了。这警报是什么意思？是狼人要开始杀人了吗？不要慌张，这不是狼人杀人的讯号。还记得信上说的内容吗？这里有一张日程表，上面写着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出现杀死我们的机关。这不是还是会死吗？日程表在哪？在那边墙上。这么多任务，搞什么呢？我特么在外面都没上过班，搁这破游戏上班来了。任务有时间限制，如果分成两组，一组3人，一组4人，规划一下路线，应该勉强可以完成。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分头去做任务，我就负责那个修理发电机。等一下，你不能就这么离开。小子，你什么意思啊？你没看这些时间在不断减少吗？难不成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别以为你是那个什么破侦探就了不起。你是想单独行动吗？难道你不怕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狼人杀掉吗？虽然这些任务很紧急，但如果7个人全部单独行动，这样完全是在给狼人下手的机会。即使要分开行动，也必须分组。没错，狼人杀游戏最忌讳的就是单走了。我也赞成分组，我们有7个人，那就2-2分组好了。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2-2行动。如果一名人类和一名狼人分到了一起，那么那个人类岂不是会很危险？不过你们别忘了，如果真的有人出了什么意外，那么跟他组队的人将会是最大的嫌疑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组队的人都是安全的。好了，时间紧迫，我们就按2-2分组的方案进行分组吧。但是我们只有7个人，2-2分组，岂不是说最后一组？我自己单独行动，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即使是手持武器的狼人，我也有对抗他的能力。我认同，于大哥的能力扛得起单走身份的责任。这又不是一场真正的游戏，比起赢游戏和阵营获得胜利，每个人第一想法难道不该是活下去吗？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反对呢？侦探，我想跟你一组行动，可以吗？是工程师，我们要维修的机器就在里面。这就找到了，那时间还很充裕呢。这怎么修啊？难道没有个说明书什么的？这个任务的预估时间完成时间是10分钟，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什么大的故障，看外观似乎也只是出了点小毛病。而且这毕竟是个狼人杀类的游戏，这些任务大概率只是打散我们的手段，应该不会太难。3个指示灯，如果这个指示灯变红，那就说明发动机的润滑不足了，需要补充润滑油，它存放在1层的杂物室中。需要去1层的杂物室润滑油是吗？我去拿吧。那个杂物室来的路上，我看到在哪儿了。但是我们分2人一组，就是为了避免单独行动。但是任务时间很紧迫，你就留在这里继续研究下这台机器吧，万一到时候拿到了润滑油，但是因为找不到哪里要加润滑油导致任务失败怎么办？不用担心我的安危，这本来就是个很危险的游戏，而且我说过了，反正这条命已经是捡来的了。也好，根据任务分配，现在1楼只有宅男和教师那一组，你快去快回可能就不会有事。时间尽量控制在5分30秒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就会比较危险了。肯定会快去快回了，还有倒计时的吗？乱说个5分半，要是能让他以为我是什么名侦探而获得超强的观察力、逻辑分析能力就好了。这5分钟左右的独处时间得好好利用起来才行。这房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去其他房间看看。厨房进去看下，不知道有没有箱子。这厨房是多久没清理过了？
为什么厨房是这个样子的？这些残肢血肉没人管，这房子的主人也太重口了吧？是箱子，棕色的箱子，是食物啊！看来留下箱子的人也知道，厨房都那么埋汰了，这里也够呛能有食物了。吃饱了，先不要在夏月面前暴露自己打开了人类箱子的事实。狼人的伪装，往往连自己的同族也会骗过。假设夏月是狼人，那么他在没确定自己是不是狼队友之前，肯定也不会动手的。不过夏月怎么还没回来？莫非是遇到什么意外了？我回来了，抱歉，这润滑油放的位置有点高，我拿到它费了一番功夫。还好，没耽误太久。可以了，走，去完成下一个任务。林叶，说起来，你现在发动过侦探的能力了吗？我还没发动。哎，为什么不用？你打算怎么用啊？说实话，侦探这种能决定游戏走向的信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我第一天查验到了好人也无所谓，无论如何都是帮你们减少了一个怀疑对象。但对于我来说，如果第一天不能找到狼人，把他票出去，第二天若是场上存在2个狼人，并且经过了1天的时间，他们相认的话，我的处境会异常危险，甚至你的处境都会异常危险。好吧，那你打算怎么使用？第一天的查验，我打算留到最后的会议环节，到时候我会根据他们的发言进行缜密的推理，然后找个最可疑的家伙来锁定他的身份。真厉害啊，侦探！感觉有你在的话，这个游戏会轻松不少呢。特么的，这任务也忒坑爹了，害得我手都被磕了一下。确实啊，六哥，这任务真他娘恶趣味。下个任务在哪来着？算了，不管了，先去找找其他人吧。怎么了？小心点，他俩可能是2个狼人。那个侦探，你为什么说他们2个是狼人？我们做一个任务的时间，他们不太可能做完2个任务。但如果不是做完了3楼的2个任务，他们去1楼要干什么？好像说是要找人。人类有必要找人吗？也就是说，这2人很可能是狼人。至少在我这里，他们行迹是可疑的。走吧，先去完成任务。祈祷师的任务是把祭品放回原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走吧。多谢你啊，侦探哥。不客气，举手之劳罢了。反正做不完，我们都危险。下个任务你多出点力就是了。说的也是哦，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走吧。小心，徐老师，这2个人好像在蹲我们。谁在这蹲你了？我们也要上楼梯的好吧？倒是你们，如果我没记错，分给你们的任务没有楼上的吧？想上楼干什么？我们可没有义务告知你我们要干什么。不只是小偷和窃贼，宅男和教师的组合也很奇怪啊。这2个人又有什么可疑的？也是因为再去往他们任务之外的地方吗？对，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是一起再去任务之外的地方。换位思考下，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要去别的任务之外的地方，你会答应吗？我不清楚，这个可能要看你给我什么理由吧。如果理由充分，我会答应的。那么换个角度，假设你现在要说服我去任务之外的地方，你能想到什么绝佳的理由吗？不仅要让我去，还要让我完全信任你。这么一说，确实很奇怪。是啊，尤其那个宅男，之前他明明听到了我侦探的身份和能力，还对我是比较信赖的。但这也是好事，正是因为有反常之处，才能让我更好的判断出谁是狼人。也对哦，有侦探哥你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继续做任务吧，就等晚上的会议时间，你大显身手了。我叫云叶，是个演员，莫名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真是意外啊！今天所有人竟然都活着。喂，士兵，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活着，难道不好吗？当然是好事了，但这也意味着狼人比我想象的更加能隐忍。若是他们忍不住今天就嘎人了，此时自然就有了突破口。2分组最大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你这说法也太残忍了。别太天真了，小姑娘，这本来就是一个至少都会死2个人的游戏。哼！好了好了，我倒是觉得现在我们人类的赢面很大。虽然狼人忍着没有出刀，或许是没找到好机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在狼人杀游戏里相当于浪费了1个狼人的轮次。因为有着侦探的存在，好人每天都可以锁定1个人的身份，所以只需要侦探发动能力，狼人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劣势。所有人都有可疑，姚正业和包六鬼鬼祟祟地抱起了团，而且疑似在到处找人。陈卓态度突然转变，也不知道徐秀梅跟他说了些什么。还有这个单走的士兵于龙国，十分着急地推进2分组的实施，显得格外可疑。下月去杂物间实在太久了，算了，能力总不能不用吧，就包六吧。包六竟然真的是狼人，那这么一说，他和姚正业很可能是双狼。喂，侦探，你查验了谁？快点把查验信息说出来啊！我使用了我的能力验明了1个人的身份，不过抱歉各位，我现在不能说明我的查验结果。不是哥们，你查了就说啊，不能说是什么个意思？怎么还神神秘秘的，当谜语人是吧？侦探，你这是什么意思？无论你查到狼人还是人类，爆出来都是最佳选择吧？你这个侦探查个东西还唧唧歪歪藏着掖着，真不像是好鸟。还有你这个宅男，谜语人的头就是你开的，说个能力都支支吾吾的，让侦探现在也有理由在这憋屁了。还有你这个士兵，单走1天回来就装，我他妈最烦装的人了。你们真的觉得我查出什么都公开是有利的吗？仔细想想吧，蠢货们，如果我查到那个人的身份是人类呢？的确，如果查到的人是人类，那爆出来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收益。
怎么可能啊？这相当于发了个金水，给我们好人开视野排除一个错误选项，怎么会没用呢？但是这个和普通的狼人杀游戏有个很大的不同，你可能没注意到，那就是狼人不知道自己队友是谁。那又咋了？第一天狼人没有杀人，有没有一定的原因？也是因为怕叨到自己的队友呢？原来如此，这个游戏不仅好人的视野很小，狼人也是一样。所以侦探你不说，是怕给狼人设置一个可以安全击杀的目标，顺便缩小狼人找到自己队友的范围，是吗？倒也不算蠢到无可救药。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我的提议是不提名任何人，白天是平安日，晚上也是平安夜，等我明天的查验结果再做决定，如何？如果你明天查到的人身份还是人类怎么办？查到人类我也会一并公布的，剩下5个人类里出2个狼人，总归是好盘的。更何况如果你们相信我的查验结果，等于默认我是好人喽。再说了，说不定明天我一查就个狼人呢。2/5的概率虽然不低，但还是查到人类的可能性更大。等下，这真的是因为运气吗？因为林业没有爆出查验信息，大家也都默认今天不做任何投票。第一天的会议就在沉默中无疾而终了。林业随便找了一个沙发坐着，也没有睡觉，他在等半夜12点。林业隐隐有了一个堪称疯狂的猜想。12点了，探查鱼龙国本场游戏隐藏的身份，也是狼人吗？等到明天就可以印证一下我的猜想到底正确与否了。今天的任务刷新了，我们就按照昨天的分组继续行动吧。怎么了，侦探哥？夏月。咦，干嘛突然这么叫我？你想……我昨天其实查验到了狼人。真的假的啊，侦探哥？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呢？我们不是可以直接投票把狼人投出去吗？夏月，当然是因为我查到的对象是你了。真是遗憾啊，我其实对你还挺有好感的，而且我也没做好感染的准备啊。我真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呢？又是为什么怀疑我呢？可能是因为你的演技太烂了吧，兽医妹。这里厨房和祈祷室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的，谁是外来者？从他的反应可以确定这个游戏人类才是外来者。无论是人类还是狼人，谁先意识到外来者真正所指，都会取得巨大的优势。喂，侦探哥，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呢？因为我知道你的队友是谁，虽然他伪装得很好，但是他绝不能让他跑了。抱歉，这是我能想到赢下来的唯一方法。果然，窃贼姚正业也是狼人，那我的队友只能是陈卓和许秀美中的一个了。喂，林业，你怎么一个人？夏月呢？我不知道，我和他走散了，我也正找他呢。你们要是看到他，记得让他来1楼找我。走散了？怎么会？看着陈卓和许秀美上了楼梯，林业心里开始默数5、4、3。看来兽医死掉了。我和陈卓在1楼做完了任务，正准备去2楼，随后我们就在楼梯拐角发现了夏月的尸体，他的心口有一处刀伤，应该是死亡原因。就是他，他不仅是和夏月一组行动的那个，而且在我们发现尸体前的几分钟，我们刚刚撞到他从同一个楼梯处走下来。当时我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自己单独行动，结果他只是含糊的说什么和兽医走散了，就自行离开了。各位，我没有杀人，这一切都是这个死胖子污蔑我的。我确实和夏月走散了，但是我怎么可能杀了他呢？如果我真是狼人，我会第一个选择对同行的兽医下手吗？就在刚才，这个白痴胖子对我指控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他进行了查验。他的身份不出我所料，正是狼人。他就是为了诬陷我这个全场最高身份的预言家，才杀了和我同组的夏月，并且诬陷给我的。你在说些什么狗屁？我一直和徐老师一组行动。那就说明你俩双狼狈。好人听我的，这轮全票打飞这头宅男，明晚按轮次送走教师，游戏结束。好，侦探，你说你没杀夏月，你敢对着这个测谎仪再说一遍吗？徐老师的职业能力获得的信息是人类阵营有2个关键道具，我们刚刚找到了其中一个，就是这台测谎仪。行啊，测谎就测谎，我还怕你不成，你现在就把它打开。行啊，看你等下还怎么嘴硬。等下你可不要耍花招，这个测谎仪一天只能测1句话。徐老师，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哦，对不起，我是怕他胡搅蛮缠，浪费这宝贵的机会。果然，这2个人里，陈卓是人类队友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不可能耍花招的，直接开始就好了。开始吧。夏月的死和我完全没有关系。好啊，你在撒谎。我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七诊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怎么？你说我在撒谎就是我在撒谎？说不定这玩意儿红灯是真话呢。再说了，你说这玩意是测谎仪，我偏说它是个留声机，还可能是个指甲剪。最重要的是，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刚才说的是假话又怎么样？我说的是夏月的死和我完全无关，有没有可能其实他的死和我有关呢？毕竟是我和他走散了，才导致他被你杀了。都是苍白无力的辩解罢了，你看有人信你吗？我申请投票。不是哥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票这个宅男？他在踩我这个侦探啊！
我才是全场最高身份。我服了，会玩不会玩，怎么不跟票？其他人被林业一阵猛喷，回想着刚才的得票数，也都是有些意外。不过林业观察了一下，余下的4人好像也没有太纠结这件事。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2天。你的搭档已经死了，不管你是不是凶手，你打算接下来怎么行动？当然是和你一组了，士兵大哥，你要狠狠地盯住这个狼人。但我觉得我也单走比较好。如果我真是狼人，你这不是拿于大哥的性命开玩笑吗？你知不知道狼人可能是有力气的，即使身体素质是5倍，你也不敢让士兵涉险。好，就按你说的办。不知道包六和姚正业这2人会不会聪明到也能得出狼人数量才是5这个结论？侦探哥，林哥，做任务呢。你是窃贼，为什么一个人过来？你队友呢？我警告你，不要靠得太近。大哥，我知道你是狼人，我们是队友呀。你看，这是我的狼人专属武器。你竟然也是狼人？等下，你该不会是发动了窃贼的能力，偷了我狼队友的武器，故意来诓骗我的吧？大哥，我真是你队友啊！我昨天早上都在3楼看见你嘎了兽医，但是我昨晚开会都没和别人说，这下你总该相信我是你的队友了吧？这么说，你真的是我的队友？那太好了，我们2人一起行动，现在就可以开双刀了。而且那士兵虽然强大，在我们2个联手之下，恐怕也不是对手。但是侦探大哥，这就好像有一件怪事了，和我同组的地痞好像也是狼人，而且我们昨天就互通过身份了。耶，这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侦探哥，你之前对我能力的猜测没错，我每天可以随机窃取一个人身上的任意一件物品1次。昨天做完第1个任务后，地痞鬼鬼祟祟的找借口说要上厕所先离开，回来后我心中疑虑，就对他使用了窃贼的能力，然后我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把狼人的西瓜刀，我当时就和他摊牌了，并还给了他西瓜刀。那地痞最开始还不信我，但是随后我当着他面打开了狼人箱子之后，他就已经完全相信我了。哥，你说会不会狼人的数量不是2个啊？坏了，你被地痞那个王八蛋耍了。用狼人箱子和武器检测对方是不是狼人，确实是个好主意。但是你别忘了地痞的能力。坏了，他的能力是无视1次规则，他是用能力开的狼人箱子。糟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在他面前了。我刚刚用了今天我的侦探能力，地痞的身份是人类。那怎么办？侦探大哥，我的身份已经暴露给他了。不急，他昨天的会议没有检举你，说明这人还暂时打算和你虚与委蛇。以他那自私暴躁的性格，估计也没想着把你的身份告诉别人。我严重怀疑他很可能是乐于看到狼人先打几人，哪怕是同一阵营，他可能也未必想让其余的人活下来。这地痞确实，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林哥，先下手为强，趁他暂时还没有防备，你去直接偷袭，把他嘎了。林哥，你说的对，现在只能先下手为强了。但是我有个问题，林哥，地痞毕竟是和我同组，嘎了他，我的嫌疑不就大了？无妨，你动手的这段时间，我也不会闲着，会找机会动手。到时候一下子没了2个人，场上咱们2个狼人都在，只要我们2个把票绑死，是不会被投出去的。哪怕我没有找到好的机会，你也尽可能把尸体藏好，说不定这样我们有机会直接开双刀，然后开回投票，冲走最后一个，这不直接赢？可以，林哥，我就知道你聪明，有你这种人当队友，真是太幸福了。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一切都建立在你能成功嘎了地痞的基础上，所以见到他之后别犹豫，直接动手。对方说什么都别犹豫。放心吧，林哥，我肯定直接一斧头嘎了他。做完任务，林业打算找到陈卓，取得他的信任。林业来到3楼，正好看到陈卓单独一个人在。喂，宅男，宅男，如果我想嘎你，我现在就可以，所以别叫。你不要冲动，徐老师只是在给第2个任务收尾，让我先过来，他很快就会过来的。你嘎了我，你这次必被票走。我不嘎你，我知道你是人类，我也是，下月确实是我嘎的，但是他才是狼人，只不过他被我夺刀反嘎了而已。这个游戏规则里没说人类不能反嘎狼人，用你的猪脑子想想，侦探这种这么关键的信息位，可能是狼人吗？这是人类的物资箱子，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打开给你看。你真是人类？当然了。不好意思啊，昨晚把你当狼人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觉得也不能全怪我，昨晚侦探你完全表现的就是狼人啊。我故意的，因为如果我表现的不像是狼人，反而可能被票出去。你不好奇吗？为什么我昨晚那么像个狼人，反而只得了你的1票？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游戏有个文字陷阱，人类阵营才是那2个外来者，士兵是狼人，地痞是狼人，兽医是狼人，窃贼是狼人，教师还他妈是狼人，只有我们2个是人类。我去，真的假的？但仔细想想，徐老师确实没开过人类箱子，他甚至连测谎仪和手枪的箱子都是让我开的，是吧？徐老师，啥？等一下，手枪？是啊，徐老师的职业能力是得到关于本场游戏有用的一条信息吗？他得到的信息就是本场游戏里人类阵营有2个超级强力的道具，一个是测谎仪，一个是手枪。测谎仪一天能测1句谎话的真假，手枪只有1发子弹，但是那子弹是必中的。那手枪在哪呢？在徐老师那。透个底吧，陈卓，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保持静止状态的时候，体力消耗减少至常人1/3，恢复速度加快3倍。既然那手枪只有1发子弹，一会你负责去扛那必中的一枪，必中不是必死，你躺下来静止，说不定伤口就愈合了呢。毕竟这也是你的失误导致的。
哥，你认真的吗？我当然是开玩笑了，只能靠偷袭了吗？或者在忽悠下姚正业？两位，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这个游戏的真相了吧？是啊，我落单的时候遇到了士兵，他想要嘎掉我，不过幸亏这玩意儿让他冷静了下来，也多亏了这东西让他冷静了下来，才让我们两个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原来狼人的数量不止2个，人类才是外来者。我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昨天只有陈卓把票投给了我，加上我嘎的夏月，现在的人类应该只有这小胖子一个了。哎，怎么都在这呢？好热闹啊！我老远就听到声音了，都挤在这干什么呢？冷静，窃贼，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冷静点，我和你一样都是狼人。什么意思？你也是狼人？我和鱼龙国都是狼人，当然信不信由你，反正接下来你不要添乱就是了。你把地痞嘎了。哎呀，我去，侦探哥出错了，我们俩刚才不知道狼人有5个，第一天地痞跟我说他是狼，但第2天我看见侦探嘎兽医了，我感觉不对劲，就去找侦探私聊，完了我们一合计，狼人就俩，那地痞就不可能是狼，我就把地痞偷袭嘎了。算了，嘎就嘎了，那么现在看来，那人类应该只剩下那个宅男了，嘎了他就结束了啊！特么的，原来你们都是狼人，现在5个狼围剿我1个人类，这游戏怎么玩啊？不玩了，你们爱嘎就嘎吧。没想到这小胖子还挺仗义，不过没用啊。 5个狼人，错了，你还有队友的宅男，你身边的侦探就是你的队友，他根本不是狼人。我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来到死亡游戏之中，又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你什么意思啊？凭什么说我不是狼人？我看你才不像是狼人，我有狼人武器的，你呢？你不用想着反踩我，我也有狼人武器。那你我都有狼人武器，凭什么你就觉得我是人类而非狼人？方才窃贼说了，他是和你商议后才误以为地痞不是狼人，把地痞嘎了。你分明昨天就知道狼人的数量更多，为什么还要让他嘎了地痞？你不用跟我狡辩什么，你也是刚反应过来的。你昨天在会议上那种故意表现得很像狼人的行为，我不信你不知道。侦探，你是个聪明人，别说蠢话。因为我真的觉得地痞是人类，窃贼告诉我，他和地痞互相认狼，是因为地痞有狼人武器。但是我想到了地痞的能力，所以我怀疑狼人武器可能是他用能力拿出来钓鱼的。因为一开始我看到教师和宅男、地痞和窃贼这2组人都绑得很死，看起来非常信任对方，所以我猜测可能是2组双狼互认。所以在我的视野里，我最开始怀疑的人类是士兵和兽医，但打掉兽医之后，我验了士兵你是狼人，那么就证明这2组里有一个人类在装狼人。谁能想到我的猜想有误？实际情况是这宅男太蠢，被教师忽悠得团团转。真是对不起窃贼兄弟，我太自负了，所以没跟你说真相。侦探哥，你真是耍老子好苦。侦探，你这家伙确实很危险，你的话也太有欺骗性了。要不是我有决定性的证据，我还真要被你骗过去了。你有什么决定性证据？你那把匕首是兽医的。我虽然是独自一人，但是做任务比你们想象的麻利多了。所以我第一天我做完第1个任务就在到处闲逛，然后我恰好撞见他单独走进了杂物室，我躲了起来。在他离开后，我走进了杂物室，然后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被打开过的狼人武器箱。但有没有可能我确实是狼人呢？你是也无所谓，狼人有5个，这就证明狼人就算嘎1、2个也无所谓。无论如何，我今天都会嘎了你。冷静，林业被分到人类阵营，说不定是因为设计这个游戏的高位存在，就认为我比他们加起来都要强大和聪明。更何况我的职业是唯一职业欺诈师，能破局的办法好像真的只有时光倒流了。那么开始表演。哎，这次又输给你了。你说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见过吗？当然了，你不如猜猜看，我们还在什么时候见过？别管这家伙了，他可能是故弄玄虚。你到底想说什么？喂，宅男陈卓，你喜欢的动漫里有《名侦探柯南》对吧？你喜欢灰原哀吗？最新的一季的新番有一部你在追更的吧？你怎么知道？废话，因为你看起来对这个充满了推理的游戏很热衷，看动漫肯定也喜欢看类似的。而10个看过柯南的宅男里，9个喜欢灰原哀。徐老师，你带的是成绩不错毕业班吧？但班上应该有你几个头疼的学生，你放心不下吧？而且你自己的孩子学业也很让你头疼，不是吗？你怎么知道？徐修梅一看就是能力很强的老师，这种老师大部分时间都会带毕业班，而他一看就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怎么可能放心的下班上的学生？他来到这里肯定是有强烈的执念。根据年龄推算，十有八九有孩子，哪个教师家庭的父母满意自己孩子成绩的？窃贼，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虽然你说自己是小偷，但其实你也不容易，而且也没偷多少东西。我觉得你家里人确实对你太差了，无论是你爸还是你妈，你很想出去以后好好做人吧？侦探，你为什么知道这些？你不缺爱，你至于去当小偷？而且哪个小偷不想出去以后好好做人？看来赌赢了，发动能力，查探鱼龙国内心最深处的见不得人的秘密。阿国，你要干什么？走私这玩意儿可是重罪。班长，对不起，我妈病得很厉害，她是尿毒症啊，换肾还差40万，对不起。
还有你，于龙国，我一直都不喜欢你，不过你也挺惨的，你其实很放心不下你妈，是吧？尿毒症，即使换了肾，也需要你照顾。你特么的，到底想干什么？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进行这个游戏了，虽然你们无法保留记忆，但是这个游戏在我这里已经进行了10余次，所以我才了解你们，知晓你们每个人为何想活下去的理由。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虽然不知道你说这些是干什么，但这是你用侦探能力得出来的吧？听好了，我觉醒的并非是侦探，而是唯一职业。我的职业名称为玩家，能力是回荡。回荡，我懂了。林业，你的意思是你能像动漫主角一样，回到过去重新再来一次吗？不错。这不可能，那这样岂不是你是必胜的了？只要你没有胜利，你岂不是可以一直回荡？所以我不信，至少他不可能随意回荡，他这个能力的发动一定有某种限制。只需要在他发动回荡之前把他控制住就好了。为什么你还不回荡？你回荡的条件是什么？现在说出来，我还可以给你个痛快的。你为什么还不嘎了我？有武器不用，是因为你很热衷于把人砸死吗？你们知道吗？这位正直的士兵大哥其实是个杀人犯。我都好奇，为什么包六的职业是地痞，姚正业的职业是窃贼，你的职业却不是叛徒或者罪犯之类的？够了，嘎我呀，就像特么你当初嘎你班长一样。老子要嘎了你！等下，士兵，他的回荡条件可能是被嘎。来啊，阿国，你这个走私的叛徒，用走私的钱给你妈治病，你妈一定骄傲死了，对吧？你特么不许提我妈，你别侮辱她。是你自己侮辱了她，怪聪明的呀，姚正业又猜出来了。看来我的身体已经先移不到这里了。上一回合虽然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但是还不够，怎么办？这次要忽悠他们，我其实有个强力的职业，最后和于龙国1对1嘛，毕竟侦探没有用了，该怎么办呢？此刻林业心中突然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羔羊们，开始我们的游戏吧。我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不错嘛，各位的求生欲都很强，醒来的速度都很快。总之，迷途的羔羊们，欢迎来到我的游戏。谁是外来者？你是这个游戏的主人，换句话说，你就是神吗？我更喜欢被称呼为管理员先生。好的，管理员先生，能为我们讲解下这个游戏规则吗？装神弄鬼的，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弄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包六先生，你来之前难道没有看到那些足以让你理清楚现状的提示吗？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当然了，这毕竟是我的游戏。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觉醒了一项职业地痞。在座的其他人也和你一样。既然如此，我就帮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彼此吧。林业将所有人的职业和姓名说了一遍，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众人对他的神明身份相信了一半。所以，管理员大人可以为我们讲解规则了吗？当然可以，虽然本不用强调，但因为刚才的插曲，我还是再说一遍。诸位都很清楚，你们已经死了吧？你们每个人都有十分强烈的不想死去的渴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学生与孩子，或许是因为没看完的动漫，或许是因为想要重新做个好人，或许是因为重病的母亲，也或许是单纯想要活下去。总之，正是因为你们的渴望，你们才会获得参加这场游戏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好了，废话不多说，我来介绍下本场游戏的规则。各位生前都有听过或者玩过狼人杀这个游戏吗？本场游戏的大致玩法和那个相似，你们也会被分为狼人和人类2个阵营。接下来我会将身份和具体规则的说明书发给你们。管理员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我记得我进入这个游戏之前，看到玩家的数量应该是7才对吧？为什么这里只有6个人？很聪明嘛，士兵，我很喜欢你的敏锐，恭喜您发现了本场特殊规则之一。本场游戏中存在一名觉醒了特殊职业的玩家，他觉醒的职业名为独行者，所以他并不会和你们在一处醒来。这个人会藏匿在这座城堡的范围之内。这个人的阵营是狼人还是人类？他的阵营和职业无关，同时他将不会参与投票环节。那他要是人类，岂不是相当于好人的阵营白白少了一票？放心吧，这个游戏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管理员先生，那独行者的能力除了和我们不出现在一处，还有什么吗？我只会告诉你们他的职业名称，他的职业能力是否公开，由他自己决定。还有，你们自己的职业能力是否公开，也是由你们自己决定的。是吗？那我选择公开。当然，士兵的能力是身体素质获得5倍强化。不是，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自己想公开自己的能力，不是随便说就可以吗？我想，士兵是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吧。毕竟作为管理员，我不仅清楚你们的职业、能力、姓名等个人信息，对这个游戏之中的一切布置和机关，我也了如指掌。不过，我给自己的管理员特权，也仅仅是了解这个游戏内的构造罢了。为了保证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我是不会直接出手干预游戏进程的。我甚至都不清楚你们每个人的阵营身份具体是什么。总算成真了。不过，各位，我虽然不会直接出手干涉这场游戏，但是我依然会和各位一起活动在这座城堡里。而你们看到我之后，则是可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例如其他人的位置、能力，甚至是嘎人与否，或者是这座古堡里的机关、物资相关的事情。不过，问题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我才会回答的。我们需要支付的是什么？其他人的性命，你们每嘎一个人，就可以获得一次问问题的机会。换句话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狼人能嘎人，狼人只是会有武器优势，是吗？是的，你们这一批玩家比我想象的有趣太多了。
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个提示，并非关于这场游戏，而是整个死亡游戏的提示。游戏通关的条件固然是阵营胜利的，所有活下来的玩家将会平分任务奖励。任务奖励是什么？通关奖励就是你们的寿命。这场游戏过后，你们会复活，但是想要一直活下去，就要不断的参加游戏。你在这场游戏获得的寿命将会决定你下次玩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本场新手游戏的通关奖励是7年。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哦，我建议你们马上开始行动。不要忘记，你们的敌人可不只是身边的人哦，这座古堡本身也是会吃人的。很快，所有人都各自开始去完成任务。林业因为获取了管理员权限，此时可以知道其他人的动向和这里所有物资箱的位置。看来除了陈卓，都是去找狼人武器箱子了呀。那么，我也该去找最成熟的那件武器了。有了这把手枪，即使再次面对鱼龙国，也有着自保的能力了。咦，姚正业和包六打起来了。哎呀，果然没有了偷袭的先手优势，窃贼是无法战胜地痞的。去看看吧。哟，这不是管理员大人吗？有失远迎啊！啊哈，你们这批玩家果然能给我不小的惊喜啊！我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有第一个人打了。那有没有什么手杀奖励之类的？理论上没有，但是你这么说了，送你个免费的消息吧。在你身后的厕所里洗手台下方有个狼人武器箱子，希望你能用得上。哎呀，你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阵营身份吗？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猜测嘛。动手这么快，说明你肯定来自一个本来就需要嘎人的阵营。在你看来，反正迟早都是要动手的，不是吗？有点鸡肋，不过聊胜于无了。管理员大人，离我最近的另一名玩家在哪？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1、2楼的楼梯上有兽医在那里，不过他也在移动哦。兽医吗？我明白了。太好了，包六，我都有点喜欢你了。咦，包六嘎了，看来兽医还是有点本事的。原来是你啊，管理员。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要问的问题吗？管理员大人，我能问一下吗？现在存活的玩家还有哪些？除你之外，还有独行者、士兵、教师、宅男。这下刚刚教师嘎了。那么，兽医小姐，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我继续去其他地方转转了，祝你好运。你好啊，士兵。是你啊，管理员，有什么事情吗？当然是看到你已经动手成功了，所以来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问题要问？想不到管理员同志这么热心啊，至于问题吗？士兵，先别着急问他。兽医，你想干什么？听我说，我嘎了地痞，而地痞刚才在1楼嘎了窃贼，尸体被我找到了。那么现在场上只有你、我、宅男，还有这位管理员存活了。你的意思是管理员也是玩家之一，而独行者并不存在？指控游戏管理员吗？果然这批新人很有意思啊。别演了，你根本就是独行者，这个游戏恐怕根本没有管理员。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嘎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阵营划分、会议投票，甚至任务都没有什么做的意义了，因为这个游戏1天之内人就会死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反常，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位管理员给出的提示。还有一点，我们进入这个游戏之后，其实这个游戏本身是很避免强调自己是个游戏的，哪怕是规则的说明，也都是依托于一封信件来完成的。但是偏偏这个家伙闯进来，还大摇大摆的自称游戏管理员，不是很让人奇怪吗？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足以说服我，因为只凭这些，你不该这么笃定。很好，士兵你很聪明，这些确实不是我如此确信的理由。我身为兽医的能力是与动物对话，在刚才我对这位管理员的身份产生怀疑之后，我与这里的乌鸦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们没有看到这座庄园内除了我们6个和管理员之外的第8个人。游戏开始后，管理员直奔了1楼的一间杂物间，打开了个物资箱子。若他是管理员，他为什么要开物资箱子呢？如此一来，确实让我有点怀疑管理员，您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独行者。只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那么了解我们？他倒也未必是独行者，了解我们的个人信息，很可能是他的职业能力，亦或是这家伙并非是新人玩家，所以有些什么独门方法吧。那么你的建议是？我们一起来试着挑战下管理员吧，毕竟他的目的好像是我们所有人最好都在第1天死完呢。真是精彩的推理啊，夏月，你真是超乎我的想象。谢谢夸奖，管理员哥。但说实话，我也只是太想活下去了而已。是吗？那做到这一步，其实还远远不够的。因为推理虽然精彩，这场游戏的底色终归还是……现在将军了。你这是变相承认了吗？你确实不是管理员。我确实不是管理员。则真是被摆了一道啊。不过你为什么还不嘎了我？该不会是你这把枪只有1发子弹吧？你要不要赌一下，赌我的枪里没有子弹？老实说，因为你迟迟不开枪，所以我反而有点怀疑了。你是不是真的只有1发子弹？你刚才随手一枪就打中了鱼龙国要害，证明你枪法不错，不需要过分慎重的瞄准。所以我现在怀疑你的枪里只有1发子弹。你的推理果然很精彩，夏月，你确实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但是很可惜，你的推理只对了一半。这把枪的子弹是2发，我只是在纠结这1发子弹究竟是留给你还是宅男罢了。我不信，这种道具里的子弹数量要么是满弹，要么是1发、2发，这种数量实在是太奇怪了。虽然嘴上说着不信不信，但其实你很相信我有第2发呀。不过也不怪你，毕竟我演技实在是太棒了。
我叫林烨，是个演员。莫名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七成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游戏结束，林烨获得7天生存时间，还获得了手枪和测谎仪2件道具。刚活过来，林烨就发现了嘎掉自己的学妹留下的黑卡，也该搞清楚那个嘎了我的神经病到底是什么人了。看来我只能应邀了。林烨通过社长查了大一学妹的信息，然而并没有查到嘎自己的那个女生。先去那个地址看看吧。小老弟，集会的时间是后天晚上，你来的有点太早了。什么集会？我不知道啊。哦，第一次来，算算时间，确实是这批新人找到论坛的时间了。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作为老手，我提醒你一下，我们这些参加过死亡游戏的玩家是不可能对普通人透露死亡游戏这4个字的，连暗示也不行。只要冒出这个念头，你接下来说的话都会被卡在喉咙里。我能如此顺畅地跟你畅聊，就证明了你确实是玩家。玩家和玩家之间本就是对立关系吧？你都对我不提防一下吗？哈哈哈，小伙子，看来你的新手副本是对抗性质的呀。玩家和玩家在现实里是很少有对抗关系的，大家命都是捡来的，何必在游戏之外还要打生打死呢？俗话说得好，和气生财嘛。那你发誓不会伤害我啊？发誓，行吧。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也完全不打算伤害你。你这新人还怪俊俏的，而且只花了1天时间就找到了论坛，解开了谜题，锁定了集会地址，甚至还知道提前过来踩点，真是后生可畏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集会和谜题。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有人给了我张卡片，上面留下了这里的地址。真是奇了怪了，这人怎么会把集会的地址就这么交给你一个新人？难道是什么组织拉拢你吗？但是这是奇怪的拉拢人方式。所以这集会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吧，新人虽然不知道你的底细，但是既然你连这些常识都不知道，我就给你解答一下吧。通过中年男人的介绍，林烨得知死亡游戏衡量实力标准的是道具，并且道具可以进行交易。集会就是玩家之间互相交易这些的道具的地方，可用钱或者论坛点数进行交易。2人还互相加了 Q 信。好了，小伙子，集会是后天，别在这杵着了，被别人看见你跟我说话，可能会惹火上身。和气生财大哥，你很多仇家吗？你要是多过几个副本，你也会有仇家的。和气生财大哥，游戏里死掉的人应该没可能再度复活了吧？当然，死亡游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要好好珍惜呀。我是很相信缘的，你今天来到这里见到我，也是一种缘分。希望后天的集会和下周的集会，我还能看见你吧。我也希望如此。看来只能先回去看看这个所谓的论坛了。这心理学会、自由联盟和掠夺者3个组织是什么？居然被论坛给永久限制了。算了，这几天得研究一下各个职业的信息和攻略了。既然要参加集会，那么就利用它来改善一下生活吧。林烨通过表演部社长的帮助查到了陈卓的信息。陈卓，我能不能获取到道具就全靠你了。你小子能耐了是吧？让你去买瓶饮料，怎么这么多事呢？真不懂你在拽什么？校园霸凌吗？喂，住手！老师，我们闹着玩呢。你们哪个帮的？管理员大人，您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反抗？就算之前逆来顺受，现在都已经参与过死亡游戏，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反抗也没有用啊，我实际上就是打不过他们。管理员大人，您长得帅，估计成绩也好，肯定不理解的。这种事情反抗是没有用的，反正都高2了，再忍一阵就都差不多了。要是我得到了士兵的能力，那肯定就直接反抗了。但是可惜，我的职业只是宅男。如果你有强力到足够让你获得巨大力量的道具呢？那我都有道具了，还能让人给欺负喽？这个是道具甩棍和道具敏捷药剂，前者顾名思义就是一根可以收进你道具空间里的甩棍而已，功能和普通的甩棍没有区别。至于这个敏捷药剂，它服用后能在1个小时内大幅提升你的反应速度和行动能力。管理员大人，这是干什么？这是我身为管理员送给你的，你看看能不能用，应该会弹说明出来。真的诶，管理员大人，谢谢您的慷慨。去吧，陈卓，现在你已经拥有了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谢谢你，管理员大哥，刚才的感觉真的好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你擅自给我药剂和道具，不会违规吧？不会，那些本就是我自己的道具，我赠予你也是正常身为玩家的行为，和管理员无关。像是这样的小道具，我背包里面还有很多呢。是吗？那我就放心了。看来这集会还非去不可了。我叫林烨，是个演员。莫名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七成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周五玩家集会开始，林烨的摊位前围满了人。兄弟，你这些甩棍怎么卖的？全买的话能便宜点不？一把10点，最好付现金，那样能便宜点。我去10点，那这里的我全要了。别卖给他，兄弟，我一把出13点，付现金，不用你给我便宜。小哥，我出15点，付现。我17点一把，我全要。信用点和人民币兑换比例是1比100，差不多翻了10倍的价格，结果还是低了吗？这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根普通甩棍啊！敏捷药剂，我去，这效果也太厉害了吧！想不到老板你这还有好东西。老板，这药剂又是怎么卖的？这个也是10点，
这些我还是全包了。老板，药剂我也出15点。大亨来了，这就是让你们引起骚动的好东西啊，不就是普通的甩棍吗？这药剂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也不至于让你们这么哄抢吧？这些东西你都卖多少？我最初设想的定价都是10点，用现金和买多了还能便宜点。太低了，为什么一次性卖这么低？能拿到这么多道具也不容易吧？看这样式还都差不多，估计是一个副本出产的，是你们很多个人收集到的拿出来卖吗？还是你背后干脆有个组织？新人，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一次性搞到这么多道具，但你最好说你背后有组织。我的确是来自个组织，名字不太方便透露，因为组织的老大急着用钱，所以我们把以前攒着的道具拿出来卖一下，这也是我也更需要现金支付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不如全卖给我吧。我按照25点一把甩棍，20点一瓶药剂的价格收你的，可能还是略低于市场价，但是我可以全用现金结清，你也不算吃亏。之后我过了今夜0点，我会把这些挂在论坛的板块上出售，我不涨价，你们自己拼手做，每个账号都只限购1份。既然您都这么说了，就按您说的办。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以后你和你的组织有东西想在江城抛售，不妨也多考虑下，和我大亨合作，怎么样？好，大亨，就按您说的办。又见面了，孩子，你小子太愣头青了，这甩棍道具在江城起步价30点，你直接拿10来分出来，还报价10点。没办法，就算看了论坛上面的攻略，也很有多事情不明白。说的也是，你小子货真价实的刚过第一个副本的新手，但你也真牛啊，一个副本薅了10来根甩棍20瓶药，咋的？你第一个副本是奖励关吗？运气好罢了，瞧你吓的吧。放心，既然你看过论坛，应该知道了，我大亨能承办和负责江城的线下集会，人品肯定是有保证的。就算人品没保证，我也不贪你那3瓜2枣。钱已经转过去了，你看下。谢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实在是谢谢你的帮助。老大，您为什么对这小子这么器重？昨天这小子来的时候，给我出示了一张写着我们这地址的名片，我看了下，应该是心理学会的手笔，他是被心理学会选中的人，而且恐怕是最高级别的那种选中。心理学会，那岂不是说这小子只要不夭折的话，至少会达到3阶的水准？不错，而且他的职业恐怕也不会太弱，不然运气再怎么好，也不可能在一个新手副本里就疯狂地拿到那么多的普通道具。呵呵呵，不错嘛，林业不愧是被我们选中的人，不仅顺利通过了第一个副本，而且竟然还在第一次拍卖会里就出了这么大的风头，你的潜力果然难以估量。你是什么人？呵呵，我是谁不重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和把你送进死亡游戏给你留下名片的漂亮女孩来自同一个组织，我们都是心理学会的成员。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之前要打我？打你？不，我们的目的才不是让你死，而是让你加入死亡游戏，因为根据组织的评估，你很有潜力，不出我们意料，你果然被选中，而且还顺利通关了。我们组织一直致力于寻找有潜力的人，那些有能力在这个游戏里取得非凡成就，却还没能加入这个游戏，我们绝不容许让他们浪费自己的才能。真是一群神经病，难怪论坛不让你们访问。论坛不过庸才抱团取暖的地方了。好了，为了防止被庸才打扰，我还是先把任务完成一下吧。那么，尊敬的林业先生，你觉醒了什么职业呢？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因为这也是进一步的评估，你最好配合我们，否则的话，就只能我来逼问你了。是吗？那我倒是很期待你要来试试看。你好像不是很怕和我正面战斗，而且你还不知道我的职业吧？你的职业是什么没关系，因为我觉醒的职业是最适合搏斗的士兵。不可能，你的现实职业与经历和士兵几乎毫无关系。我们调查过你，你是一名大学生。看起来你没上过大学，你不知道大学要军训吗？看好了，哪怕你拿着匕首，也不可能比得过士兵给我带来的加持。好了，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职业，该报上你的职业了，否则就别怪我逼问你。在下的职业是忍者，告辞了，林业。忍者吗？既然职业和现实里的经历相关，怎么还会有人觉醒这种职业？刚才那货看起来也不像是小日子啊，难道是玩手游玩的吗？我去，走路没长眼睛啊，怎么还撞人呢？嗨，怎么说话呢？我刚刚站着没动啊，是你撞我呀？是你走路不看着路吧？怎么还倒打一耙呢？那你大半夜站马路中间也不对，这里还弄这么多烟，根本看不见呀。哎呀，行了，是我没看路，对不起。你还跟着我干嘛？我都道过歉了呀。我没跟着你啊，我也要往这个方向走。鬼才信你啊，半夜蒙着脸，你也是玩家对吧？鬼知道你是不是打算洗劫我？你别过来，跟我保持距离啊，我可不好惹。我的职业很强力的，我可是士兵。行，我和你保持距离，你先走。怎么感觉死亡游戏的玩家好多脑子都不太正常呢？我自行车呢？
骗你的，我不是士兵，是窃贼，嘿嘿。就你这智商，以后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还真是被人看扁了呢，可别让我在游戏里面逮到你们一群下水道里的阴沟老鼠。算了，先回家再说吧，不然老姐该担心了。哈哈，逗你玩的，车子还你，嘻嘻。我信你个头啊！那个窃贼到底有什么毛病吗？这车锁也不是我的呀。还好我技高一筹，我叫林烨，是个演员。莫名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神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很快到了游戏时间，这次进入游戏需要进入水中，那就开始吧。这俩人好像是认识，而且关系过分亲密了。工人大叔吗？真是现世报来得快啊！没想到还真让我在游戏里遇到你了。看我不打断你2条腿！喂喂，你不要过来呀！这个副本看提示就知道，很大概率是合作类和解谜类呀。我们没必要打打杀杀呀。我知道，但是解谜类断了腿也不影响吧？那你别过来啊！咱俩真打起来，还未必鹿死谁手呢。又想跟我装士兵是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窃贼？我哪敢啊！再说了，就算我是士兵也没用，你不也是吗？但是别以为士兵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这把刀很锋利的。是吗？你刀有这个好使啊？大哥，我错了，我就是开个玩笑。最后自行车我也还你了呀，那锁甚至都没难倒你，我搁远处都看见了，你哐哐一下子就给那锁砸开了。嗨，小伙子，我听出来了，你好像和这个小女孩现实里有点矛盾，她恶作剧锁了你自行车是吧？依我看这小女孩确实顽皮，但是也不至于你在死亡游戏里跟她大动干戈，尤其这还是个合作游戏，没必要为了志气让自己也危险，你说是不是？但是莫名其妙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进行恶作剧呢？你是哪个组织派来试探我的吗？天地良心，绝对没有。我就是那天去集市卖道具的。我上个副本辛辛苦苦弄出来2张加速符咒，原本想卖个好价钱，结果到了以后，有玩家跟我说定价太高了。刚才有个人一口气卖了10来瓶比我这个效果还好的敏捷药剂，我一打听发现还是真的，然后一晚上降价也只卖出去1张符咒，我心里就有点气不过，就打听了下你的大概特征。然后没想到走在路上还真遇到你了，当时你在和一个忍者对峙，我看时机很好，一时气不过，就想着捉弄你来着。行吧，真是小孩子心性。好了，既然误会都暂时解开了，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毕竟这是解谜类的合作游戏，我们互相之间了解一下还是有必要的。你们可以叫我铁叔，这也是我的论坛 ID， 我的职业是工匠，目前已经通过了10个副本。10个副本就是已经参加死亡游戏2个月了。工匠的能力是能够增加使用各种工具的熟练度，提升对机械构造的理解。我的论坛是 ID 是4月，职业是医生，目前通过了6个副本。我的论坛 ID 是8号，职业是学生，目前也通过了6个副本。你们2个好像是一起的吧？组队进来的吗？是的，我们用了组队道具。5个人里面竟然是2对俩认识的，虽然已经知道你俩是士兵和窃贼了，但是还是自我介绍下吧。各位好，我的论坛 ID 是不忘，目前经过了3场副本游戏。本来想获得个信息型的职业，比如教师、记者之类的，但是奈何这里有个认识的家伙。不错，我的职业是士兵，你们可以叫我酒水，我刚刚通过一个副本。什么？你刚刚过了一个副本？对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小兄弟，你刚过第1个副本，怎么知道论坛的？而且听你的意思，你甚至参加了你们城市的线下集会，运气好罢了。有新人的话，说明这个副本难度可能不会太高。各位玩家，你们好啊！嘎嘎，本场游戏由我来负责担任考核官，我将会给予你们问题和提示。嘎，本场游戏中共有3个房间。嘎嘎，我在每个房间设置了3个问题，2个奖惩问题以及1个抉择问题。嘎嘎嘎，奖惩问题回答正确会有奖励，回答错误会有惩罚。而抉择问题只有回答正确，你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房间里，答对所有的抉择问题即可通关副本。嘎，以上就是本场游戏致命问答中的全部规则。各位，请听第1道问题，请问以现在的出水与排水速度，水流完全灌满这个房间需要多久？泳池注水问题啊，这个简单，只需要假设时间为 x 就可以了。不，这个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数学的部分。可是你知道这个房间的容积、进水的速度和出水的速度吗？啊，是啊，考核官，这些数据都是多少？你不是能提示吗？这些应该属于提示范畴吧？嘎嘎，这不在提示的范畴内。你问的恐怕就是这个问题的难点。小学难度的数学题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死亡游戏里？这个考验的是我们的估算能力。这大叔突然是在干些什么？我想应该是在用步距测量这个房间的长和宽吧。这位大叔戴着安全盔，职业还是工匠，对这种事情应该在行。请问最后的答案要精确到分钟还是秒钟呢？这应该在提示的范畴内吧？嘎嘎，我想想，那就这样，给我的答案误差控制在5分钟以内就好。根据我的估计，这个房间长应该在9米左右，宽应该在6米左右，层高嘛，结合这个数据，层高应该是3米左右。那我知道了，这间教室的容积应该在162立方米左右。
接下来只要知道排水和出水的速度，就可以计算了。每个出水口的速度如果是均匀的话，我们可以找个容器接住单个出水口流出来的全部水，这样通过它灌满容器的时间，就可以推算出每个出水口单位的时间。而这里不止一个出水口，不用那么麻烦。虽然允许有5分钟的误差，但是你估算的数据越多，最后误差就会越大。大叔，我只问一句，你确定这房间高是3米吗？误差能控制在10公分以内吗？虽然高度没有那么好测算，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3米。干工地这么多年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这把美工刀是标准长的15公分，那么只需要计算一下水完全淹没这把美工刀所需的时间，然后再乘以20，就是大概所需的时间了。把这个问题转化为水位上涨的速度，真是好主意。我来计时吧。原来如此，只是这样的话就能估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时间了。这个确实是我疏忽了。原本以为是数学题，没想到跟脑筋急转弯一样，让这窃贼出风头了。说话注意点，别老是这么好面子乱说话。视线平齐可能会比较准确，我来帮忙看着水什么时候没过去的吧。总觉得那里不对，我想想，那就好。一句提示回答，甚至是涉及到回答规则的话语，他用了3种并不肯定和精确的语气。乌鸦人似乎并不是很在乎答案的误差范围是多少，只是随口说了个5分钟而已。我叫林烨，是个演员，莫名从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者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考核官，我想问一下，在你问出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问你任意问题的吗？嘎嘎，当然，这就是我给予提示的方式。如果你问到了点子上，我就会告诉你相应的提示。那么，我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考核官，周围的4扇门是否和第一个房间的抉择问题有关？嘎嘎，是的，最后的抉择问题就是让你们从房间所有的门里选出一扇，里面有通往下个房间的大门。那么，考核官先生，错误的门后面是什么呢？嘎嘎，当然是无尽的虚空，掉下去就会陷入死亡。嘎嘎，不过现在问关于抉择问题的事情，是不是早了些？你第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出来呢。但这些和第一个问题真的无关吗？考核官先生，你似乎很擅长用真话说一半的方式来误导和骗人呢。我的第3个问题，你可以从下述问题中任选一个回答。您问题中所指的这个房间，究竟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由4面墙、天花板和地板组成的封闭空间，还是泛指本场游戏的第一个房间？这些排水口是否和错误的门通往了同样的虚无空间？您所说的那些虚无空间，是否算作第一个房间的范畴内？嘎嘎，真是厉害啊！你这个玩家，上述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嘎嘎，答案都是一样的。是的，如你所猜测的那样。喂，可以不用在那鼓捣你们的美工刀和水位了，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酒水，我们也已经测出结果了，水位上涨了15公分，大概需要2分钟40秒。换句话说，大概时间应该在53分钟20秒左右。我们可以按55分钟说。不，铁叔，这个问题比起测算和计算，不如说是文字陷阱。林烨把刚才自己的推理、提问和盘托出，全部告知了铁叔和其余3人。什么？竟然是这样？这不就说明我们差一点就被坑进去死掉了？这只是奖惩问题，就算答错了也不会直接死掉的，只是会受到一些惩罚罢了。哦，是这样吗？这么一说，你的想法确实合理了很多，而且有着乌鸦人的回答话语作为佐证，几乎可以确定，但应该就是没错，答案就是以现在的排水速度和注水速度，无论多久，这间房间都无法被灌满。这间房间的范围实际上包含了乌鸦人口中的无尽虚空，并不是这容积只有162平方米的房子。真的吗？酒水，你不是在骗我们吧？我骗你做什么？这可是合作类型的游戏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假如，我是说假如啊，你就是丧心病狂、小肚鸡肠，对我怀恨在心，希望通过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来折磨我呢？你想象力还挺丰富，我要是折磨你，犯得着这么费力不讨好吗？我对着你腿哐哐来2枪，不比什么惩罚都好使吗？哎呀，酒水哥，我就是随便质疑一下，确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其实您的答案我基本上是信服的，就是刚才白忙活了一通，难免有点不甘心嘛。就按您的答案来吧。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无论多久，这个房间都不会被水灌满。你们认同这个答案吗？嘎嘎，答案正确，恭喜你们获得了奖励，我将排除一扇错误选项的门。嘎嘎，下面还有第2个奖励。这是哪门子奖励啊？这不是惩罚吗？嘎，这个的确是惩罚。虽然你们答对了第1道问题，所以我要给你们奖励，但是你们答题时间太慢了，所以我也会给予惩罚。有了这个限制，你们接下来答题应该会快一些吧？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事先也没说答题还要快啊！要不我用能力让他把这些出水口关上吧，至少让他把头顶的那个最大的关了。不必，我觉得不用把你的能力用在这里，这才是第1个房间，至少也是我们被第1个房间的第2、第3问难住了，实在一时间想不出答案了，你再使用你的能力为我们争取时间比较好。哎呀，你们应该没有人不会游泳吧？你既然不喜欢浪费时间，那就说出你的第2个问题吧。嘎嘎，那么接下来是第2个奖惩问题。现在水流加大的情况下，你们已经知道了，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所以假设我接下来要分配给你们5个人3个任务，这3个任务分别是破解保险箱密码、找到挂锁钥匙和转动开关关闭黑色活板门。嘎嘎，插播一下，这些都只是假设的任务，你们不需要去做，所以活板门也不可能真的关闭。假设破解保险箱密码需要10分钟，找到挂锁钥匙需要12分钟，而转动开关关闭黑色活板门需要15分钟。破解保险箱密码需要1个人完成，找到挂锁钥匙需要3个人完成，转动开关则是需要2个人完成。那么你们能否在活板门被关闭的时候，保证没有人被淹死呢？怎么又是一道小学数学题？酒水，
这次的题是不是本质上也是一道文字陷阱题？我暂时不清楚，不过结合上一题的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认为它一定是文字陷阱类型的题目，毕竟这个游戏出题很有可能会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我们的惯性思维，让我们认为这道题也有文字陷阱，但其实这会真是普通小学数学题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那我们暂时先把这个问题当做普通的小学数学题来解，在解的过程中，若是发现了存在文字陷阱的可能性，再往那方面去考虑也不迟。我们现在有5个人，但是这些任务需要的总人数却是6个。考核官，这个人数是必须严格符合的吗？有没有可能多1人、少1人也能做，只不过会影响到完成时间？嘎嘎，每个任务的完成人数必须不多不少。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陷阱就藏在这里了。那这个问题如果严格按照数学题来解的话，最快需要25分钟。25分钟吗？这个时间好像我们中会死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呀。所以答案一定会有人死掉。不对，这是按照数学题的算法得出的结论，我们还没考虑文字陷阱的可能性。不知道你们刚才注意到了没有？刚才这乌鸦人问出的问题是你们能否在火板门被关闭的时候，保证没有人被淹死呢？他并没有告知我们是要完成3个全部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先行去完成时间最长的关闭开关的任务，那么15分钟后，火板门就会被关上，注水就会被停止。如果那种情况下算上闭气时间，我们很可能不会死人。说的有道理，这好像就是文字陷阱所在。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但我说不上来。不管对不对，至少不忘的分析听起来有道理，要不我们就按这个作答吧，反正回答的时间太慢也会有惩罚。不对，不忘分析出来的这一切才是最大的陷阱。我叫林业，是个演员，莫名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起止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这个问题的陷阱并不在它的字面上，而在钱上。无论是25分钟还是15分钟的时间，还是有点太暧昧了，这都是死人有可能，不死人也有可能的范畴。所以答案不可能是这么不确定的时间，而且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一定要用假设的任务形式，而不是真的出些任务让我们做？毕竟这游戏就叫致命问答嘛。不止如此，墙上的保险箱应该就第1个任务的示意图吧？那么后面2个任务的示意图呢？嘎嘎，又被你找到关键了。估计还是确认一下吧。考核官阁下，这3个任务必须要完成1个才能完成下一个的，对吧？嘎嘎，是的，保险箱里放着吸铁石和细钱，钥匙则是可以打开开关上的锁。所以想要关闭上方火板门的时间是10+12+15，足足37分钟。这个时间别说会不会死人了，估计我们中可能都不会有人活下来。所以我的答案是我们无法保证无人死去。我们都赞同他的答案。嘎嘎，那么恭喜你们答对了第2道奖惩问题。本次的奖励是在接下来第1个房间的抉择问题里，我将会在你们第1次作答后打开这个房间里你们没有选择的一扇门，并且给你们1次更改选项的机会。嘎嘎，那么恭喜你们来到了第1个房间的抉择问题。嘎嘎，如你们所见，在这个房间有着不同颜色的门，只有1扇门通往下一个房间。嘎嘎，其余的门你们已经提前知道了，是通往无尽的虚空，坠入其中，只有死路一条。嘎，你们所有人的答案依然要保持一致，必须选同一扇门，我才会带你们进入其中。所以，请大家接下来做出抉择吧，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门的颜色。这是蒙题，霍尔悖论，也叫做3门问题。你竟然知道这个？这又不是什么很高深和前沿的理论，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虽然偷了你的自行车是我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质疑我的知识呀。什么是3门问题？那就酒水你来解释吧。这个问题源自一档抽奖电视节目，和我们的状况完全一样。简单来说，就是1个人要从3扇门中选择1扇门，其中只有1扇有奖品为正确的门，另外2扇都是错误的门。当那人选择了1扇之后，门不会立刻开启，主持人会开启另1扇错误的门，然后询问他是否要更换门。这个问题的争论点就在于换门是否会提升选到正确门的概率。我直接说结论吧，答案是会。如果不换门，中奖概率是1/3，但是换了，概率是2/3。对的，这是一个概率论问题，数学界早有定论。你们想知道原因，我和酒水可以在下一个房间安全之后给你们解释。现在就这么操作就对了。好吧，那我信你们一回。现在先随便选1扇对吗？那我们选红色。嘎嘎，第1次选红色是吗？很好，现在我开始进行提示了。救命啊！谢谢，酒水，您真是大人有大量。虽然刚才动不动拿枪吓唬我，但是最后还得是您救我一条狗命啊！好了，可以放手了。不行，再说那边的1队都没松手呢。你也知道人家是1队啊，咱俩又不认识。那我和你成1队也不是不行。酒水哥，我喜欢你。滚蛋！年轻真好啊，但是虽然水位下去了，我们还是赶紧换门吧。现在剩下的就是那扇蓝色的门了，是吗？等一下，先不着急做选择。有什么问题吗？酒水，难道这个3门问题有错吗？不会有错的，这是数学界已经盖棺定论的事情。不，这个和3门问题本身的结论无关，我只是在想，即使按照3门问题来思考，最终结果也不是100%，对吧？我记得如果你说变换选项之后选到正确的门的概率会变成20%吧，也就是说我们还有1/3的概率会死。是的，我就是在思考这个，再怎么说1/3的概率还是太高了。死亡游戏里就是有运气成分的，我经历的8个副本里，甚至有个副本里还有所有玩家玩俄罗斯轮盘赌，这毕竟是死亡游戏啊。没错，老实说，能有2/3的生还概率都已经不错了。但是这不像是这个致命问答游戏的风格，前2个问题是奖惩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抉择问题，有差别不是很正常的吗？是啊，
我觉得还是尽早决断吧。有时候想要赢下游戏，就是需要一点勇气。别急着做决定，我看你就是不想被水淋到了吧？哎呀，被你发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不要干扰别人的思考。水流，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3的问题，因为其实供我们可选择的门，刚才在你开启黄色的门前是4扇，现在还是3扇，对吗？嘎嘎，是的，现在依旧是3选1。什么意思？难道说第一关的奖励是假的吗？那扇消失的绿门还能选择吗？不，奖励都是真的，而且2个奖励提示都是真的。自始至终，这个家伙说的就是要从门里选择，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定是这4扇门中的一个。而如果我们没有第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恐怕这火板门并不会打开，我们也就根本无从知晓到头顶还有一扇火板门。这个抉择问题和前2个奖惩问题一样，是存在陷阱的，而且是结合了前2个问题的陷阱。而且他刚才说了，如果我们选择了门，他会带我们进入门中。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说辞呢？他在谜面里会埋下陷阱的行为，某种意义上已经证明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设计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隐藏的提示。在这个游戏里，不需要概率这种东西，想用概率学中的3门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数学的解法。而这个游戏，至少这个房间里所有的问题的基调都是用数学来掩盖陷阱。但只是这样还不够吧？万一这黑色的门也是陷阱呢？那这才是需要运气的部分了。不过既然这个黑色的火板门中有水流出，我想应该不是通往虚空的。而且这个游戏副本的设计者应该不会让这个副本变得如此无聊，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陷阱，对吧？嘎嘎，果然我很欣赏你。说出你的选择吧，你想要选择哪个颜色的门？我选择头顶的黑色门。我也选择黑色的门。我们选黑色门。真是太厉害了，酒水哥，这个房间的3个问题，多亏了你才能全部解答出来。那我也选择黑色的门。好的，那抉择已经做出，我将带你们进入黑色的门。我叫林烨，是个演员，莫名来到死亡游戏之中，我觉醒了唯一职业——欺诈师。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这地方这么黑，等会乌鸦人呢？啊，这可怎么办？考核关不见了，难道这关要让我们自己摸索吗？嘎嘎，欢迎各位来到第2个房间。本房间依然是有2个奖惩问题和1个抉择问题。嘎嘎，在本房间内向我提问会被向特定的生物提问所取代，并且提问将会有次数限制，所以祝你们好运。嘎嘎，在这3座桥之中，只有1座能让你们安全到达对面，其中另外2座都会在你们走到中段的时候突然崩塌，让你们摔进无尽虚空。嘎嘎，而在你们面前则是有着2个伟大神明化作的乌鸦分身，一只乌鸦代表着真实，一只乌鸦代表着虚妄。嘎嘎，真实只会说真话，虚妄只会说假话，且他们2个都只会回答是否问题。你们有2次向他们提问的机会，来决定你们最终规划好的路线。这个我听过类似的，只需要问其中一只乌鸦，如果我说这座桥是安全的，那另一只乌鸦会怎么回答，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如果我们问到了真实乌鸦，而桥恰好是安全的，它自然就会回答不是，因为那是说谎的乌鸦会进行的回答。同理，而那桥如果不是安全的，它就会回答是。但同样的，如果我们问到了虚妄乌鸦，如果桥是安全的，基于真实的回答会是是，所以它会撒谎回答不是；而如果桥不是安全的，它则是回答是。所以我们不管问到哪一只，结果都是一样的。你竟然能想到这一节？以前看杂志看到的罢了。因为是3座桥，所以2个问题刚刚好。不对，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乌鸦，请问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最左边的桥是不是安全的，另一只乌鸦会回答是还是否？哎，为什么不回答呢？难道那乌鸦人骗我们，还是说他卡壳了？因为这不是是否问题，你要规范自己的问法。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最左边的桥是否安全，他会给肯定的答案吗？原来是这样，嗨嗨，我疏忽了，不好意思。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最左边的桥是否安全，他会给肯定的答案吗？咕是什么鬼啊？咕就是他的回答嘛。哈哈，毕竟那乌鸦人从头到尾没说这俩玩意儿会回答是和否，他们毕竟是乌鸦呀。那你说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剩下1个问题的情况下，可以交给酒水了。酒水哥应该一开始就知道这2个乌鸦不太会说人话。你是怎么知道？我猜出来了。因为你刚才规范8号的问法的时候，你最后说的是会不会给出肯定答复，加上酒水哥你很聪明，所以我断定连我都隐隐猜到的事情，你不可能猜不到。而且我相信你应该想到破局的方法了，是吧，酒水哥？不然你刚才也不可能放任8号去问这个问题。破局倒是称不上，但是通关的办法确实有。别因为他的话语乱了阵脚。虽然我们只有2个问题，但是别忘了这里有3座桥，在已知只有1座桥安全的情况下，不管对于乌鸦来说，咕的意思是什么，只要你问同一只乌鸦，它的3个问题答案必然是2个相同，1个不同的。换句话说，接下来我们再随便选择1座桥提问，看看它的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如果2个答案一样，那么剩下那座桥自然就是安全的。竟然还能这样？要是他的答案和之前的那个不一样呢？那我也有办法。总之先问了再说吧。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最右边的桥是否安全，它会给肯定的答案吗？真是遗憾啊，是不一样的。如果2个不一样，那说明这2座桥里一定有座是正确的。没错，50-50的概率喽。50的概率吗？这不是比上一轮2/3的概率还要低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道问题也存在陷阱？不，很遗憾，我想这次的问题并没有陷阱，而是真的要我们从2个中选出1个了。这个房间的主题和上一个房间并不相同，所以现在是真的到了碰运气的时候了吗？并非如此，你们还是没有注意到第2个房间和第1个房间本质的不同，这倒也是那乌鸦人玩的小花招，但是不足以称之为陷阱。第1个房间之内，我们所有人都要向他直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到了这个房间，我们需要的是用行动来回答。因此，
我们不再需要统一答案，同时作答了。我明白了，所以这关闭起陷阱，更像是让我们选出人牺牲是吗？是的，虽然接下来确实要碰运气，不过要碰运气的只有一人，只需要有一个人走上其中一条，我们就会清楚接下来。那谁要去做那个碰运气的人呢？这种事情公平起见，还是抽签决定吧。抽个锤子签，我把枪拿出来，就是想提醒你们一件事，由我来决定谁当这个倒霉蛋。好了，亲爱的窃贼小姐，该你发挥下你的作用了。为什么是我呢？这个情况下总得有人去看，首先我不能看，我就只能从剩下的4个人里选喽。而其他人里，你的通关副本数最少，工匠大数的最多，剩下2个人还是绑定的。虽然我都有信心，正面战斗没人是我这个持枪士兵的对手，但是以防万一，还是从你这个最软的软柿子开始吧。更何况你还真的得罪过我，不是吗？喂，你们就这样看着他胡作非为，那万一下一次就轮到你们了呢？不忘，你不是还有1半的概率不会死吗？为了公平起见，你自己选一个桥吧，这样也算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了。我选左边那个，我要是真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说起来，你们谁有绳子类的道具吗？我有，而且还是安全绳。好，4月你去把安全绳给他拴上。为了确认桥是不是安全的，林业要求不忘先去探路。你个混蛋！去吧。看着不忘消失的背影，铁叔看向了林业，低声开口：“真是辛苦你了。刚才那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出来当恶人。你选那个小姑娘，只是因为她体重最轻吧？还特意用绳子拴住她。你这样本身也是在承受不小的风险了。”不，我没有那么高尚。如果没有绳子，如果不忘哪怕选对了吊桥，在另一边怀恨在心一言不发，或者干脆在中间惨叫一声，装作掉下去了误导我们怎么办？毕竟我们可不知道这吊桥如果崩塌，是不是全部崩塌，在这边能不能看出端倪？而且就算不忘主观上没有害我们的打算，万一这吊桥对岸有什么隔音措施呢？这桥没问题，就是这座。很快几人就安全到了桥的对面，依然一片漆黑，但是能见度略微提升了些许。这关如果最后还是需要有人探路，可别找我了。嘎嘎，恭喜你们通过了第1个奖惩问题，由于无人死亡，所以你们本轮的提问次数是5次。果然，接下来能尽可能减少死亡还是要减少的。嘎嘎，这一轮的5座桥中，依然只有1座能让你们安全到达对面，其中另外4座都会在你们走到中段的时候突然崩塌，让你们摔进无尽虚空。嘎嘎，这次在你们面前是3个伟大神明化作的乌鸦分身，除了真实和虚妄，还有代表变化的乌鸦，它可能说真话，也可能说假话。酒水，这次该怎么办？我们每人都有1个问题，应该怎么做？这里面竟然还有个可能说真话，也可能说假话的，这也太难了吧？但是问题数量有5个。5个问题吗？那可能都不需要有人用命判断了。这么快？当然了，毕竟这次有5次机会。铁叔，第1个问题你来问中间那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问你左边的乌鸦是否为代表变化的化身，你会回答孤吗？喂，如果我问你左边的乌鸦是否为代表变化的化身，你会回答孤吗？很好，看来孤和嘎的确可能是通用的。通过刚才的第1个奖惩问题，可以确认孤在乌鸦的嘴里代表着肯定。下面一个问题，4月，你去问最右边的乌鸦，如果我询问你，你是否是代表虚妄的乌鸦化身，你的回答会是孤吗？很好，接下来就简单了。8号，你去问他最左边的3座桥之中有没有安全的桥，千万按照我说的1个字不要差。酒水，怎么到我这还要额外叮嘱一下呢？当然是因为你看起来最不靠谱了。好吧。可以了，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乌鸦，这座吊桥是安全的吗？可以了，这只乌鸦代表真实，而嘎代表否定，这就意味着右边数第2座吊桥是安全的。不需要你问最后一个问题了，酒水。你还挺聪明的，不过如果第1个和第2个问题之间孤和嘎的意思反转了呢？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如果万一呢？这可是会死人的游戏。哎呀，你这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你用个问题确认意思变没变不就行了吗？但如果变了呢？如果变了，我就去一下左边2条路中的1条，不就完事了？这可是你说的呀。乌鸦，左边数第3和第4座吊桥中有一座吊桥是安全的吗？我去，吓死我了！右边第2根吊桥确实是安全的。怪可惜的。可惜什么嘛？逼我2选1，你很开心嘛？这次可是你自己做的，谁让你先自以为是的呢？听不懂啊，算了，就这样吧。很快5个人又安全的到达了对面。嘎，这次的2座桥都能通往下一个房间，只不过1个能承载3人，1个能承载2人，所有人必须同时踏上2座桥，否则2座桥都会坍塌。你只有1次向我提问的机会，我不会回答能揭示哪座桥能承载几人的问题。这乌鸦人说他不会回答揭示哪座桥能承载几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种间接的问法，比如我们3个人走左边那座桥能不能通关之类的？嘎嘎，这种问题我也不会回答的。我倒是想到了关于这个游戏的一种解法，我打算问一下，如果2边的吊桥走上的人数都是2人，剩下1个人已经死掉了，那吊桥是否还是会坍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会随机崩掉1个，这样4个人都能活。鬼才信你会随机啊！你100%是要崩掉我呀！哎呀，被你识破了，要不我先崩了再问吧。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一边走2个肯定不会塌的。别动不动掏枪啊，万一呢？别赌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这个抉择问题很可能有陷阱。是吗？陷阱在哪呢？那个，你看乌鸦人最开始不是说过了吗？在这个房间里向他提问会被向特定的生物提问所取代，所以那里的乌鸦人很可能不是作为考核官的乌鸦人，对吧？有道理，但那又如何呢？刚才他先是以乌鸦的形态出现的，这时候也意味着他其实是某个化身呢。
而已知出现的3个化身，除却代表真实的，另外2只乌鸦都是会说谎的。如果这家伙是变化或者虚妄之中的一只，那他说的关于2座桥的问题，可能都不用相信。好像确实有道理啊，是很有道理，因为博望说的是对的。这是我在第1个副本拿到的测谎仪，刚才滴的响声就是他发出来的，这代表乌鸦人说的第1句话就是假的。他的第1句话是2座桥都能通往下一个房间，是他整段话的大前提，这说明后续他所有的话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完全不用管这个乌鸦人说了什么，他纯粹就是来误导我们的。有这种好玩意儿，你不早拿出来啊！而且你知道他在撒谎，刚才不是纯吓唬我吗？我想试试你到底有多聪明而已。怎么允许你捉弄我，就不允许我捉弄你？好了，那既然他的话是误导，是不是证明这2座桥里面只有1座能通往下一个房间？2条桥的抉择，众人又陷入了困境之中。我们不问哪座桥能承载多少人，只问他哪座桥能通往下一个房间不就好了？如果前面只有真实和虚妄2种化身，哪怕他说的都是假话也无所谓，这样只需要反着听就好了。但前面有变化这种化身，那就意味着他在可能是变化的化身的前提下，问他任何问题都没有意义啊！还能这样？那怎么办？难不成又是2选1？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没枪，你也想让我打头阵是吧？信不信老娘一刀嘎了你？学生仔，打不过酒水，我还打不过你？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一切听酒水大哥的安排。你什么意思？你还怕我真拿刀嘎他？你不会真打算让我随机选1条吧？不，因为2条都能通往下一个房间。如果是谎话，那事实有可能是只有1条能通往下一个房间，同时也可能是2条都不能通往下一个房间。再结合眼前这个每一句话都不能信的乌鸦人，应该也确实是某种提示。喂，我的刀！蜡烛摆的很像是那么回事吗？从我们这个角度完全看不到后面还有路啊。不过很可惜，丢个东西就能听出来了。嘎嘎，那么你最后的选择是？当然是你走的这条路了。那么恭喜你们答对了第2个房间的抉择问题。几人过桥后，来到了第3个房间。嘎，欢迎各位来到最后一个房间。嘎，本房间之内只有1个抉择问题，并没有奖惩问题。嘎嘎，只要答对接下来的问题，你们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副本了。嘎嘎，不过我要提醒你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抉择。嘎嘎，请各位找出我话语之中的谎言，每个人都必须找出一个，并且解释为何你能知道那是谎言，否则就将接受惩罚。下面我将进行5条陈述。1. 你们所有人都是诚实的，没有人在自己的称呼上做手脚。2. 你们所有人都是相互信赖的，没有人隐藏自己通关的副本数量。3. 你们所有人都非常率直和为他人着想，没有任何人谎报了自己的职业。4. 你们之间彼此认识的2人之间，没有人背叛过对方。5.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人对其中任何1人产生过如果对方死掉就好了的想法。真是有趣啊，简直都算是恶趣味了。嗨，我觉得第5句话肯定是谎言。请给出你的理由。这个嘛，一开始这个副本，这位士兵就想杀了这个窃贼，中间好几次他也动了杀心。呵呵，理由不充分，请给你一定有把握是谎言的那一句。好吧，第1句话是谎言，我谎报了自己的论坛 ID。我以前的论坛 ID 是天宫，而我现在并没有论坛账号。加入了掠夺者的天宫，我在这个月论坛的新晋悬赏看到过你，你因为在现实里杀了5名其他玩家，正在被秩序通缉。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瞒报啊。我虽然加入了掠夺者，但是合作解谜类的游戏里，我也不会滥杀无辜的。如果你们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对我，这个游戏很难进行啊。我倒是很欣赏你，酒水。老实说，你淡定的超乎我想象了。不，我只是一开始就是没把你当什么好人罢了。这个游戏里活过了10个副本的家伙是老好人，概率很小。哈哈，我很欣赏你啊。你的职业还是士兵，又拿到了手枪那么强的道具，真是十分适合加入掠夺者的好苗子啊。容我拒绝，我还想再上2天论坛呢。没关系，改变了主意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嘎嘎，你已经可以离开副本了。哦，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吗？嘎嘎，当然，用这把钥匙打开尽头的门，你就可以离开了。也好，省得我在这，大家都有些放不开。吓死我了！你害怕什么？我是个带着枪的士兵，就算他被通缉了，还能当着我的面把你们都杀了。酒水哥，就算你的职业和道具很强，但是那个天宫可是已经升阶的玩家，而且是10个副本就完成了升阶，被掠夺者邀请加入的高手，打起来你可能很难占到便宜。升阶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是啊，悬赏他的信用点高达8000点呢。8000点，那不就是80万吗？你平时到底看不看论坛啊？天宫可是最近热度最高的悬赏贴了。我说了，我刚过第1个副本，所以还没研究明白呢。啊，你还真是刚过第1个副本啊！我都打算拿你来质疑第2条陈述是谎言了。你不信我的话可以试试。倒也没那个必要，不过这边的2位可要抓紧时间哦，不然我可要抢走你们确定的谎言了。乌鸦人刚才都说了，可不一定说所有人都能通过的，这5句陈述里说不定有混着真话呢。我选4。有趣，请陈述理由吧。这位男生要快一点，所以是你来陈述。你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地方背叛了我？阿瑶，对不起，去年期末周我跟你说我在图书馆通宵复习的那天，其实我去见了我的前女友。其实这件事我早就有些猜测了，只是没想到你那天真的已经到了背叛我的地步。对不起，阿瑶。你不用假惺惺的道歉，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只是对不起你自己。不对，你好像也确实对不起我帮你做过的期末作业什么的，先不算了，光是在这死亡游戏里，我已经救过你多少次了？即使是和我同生共死过，都比不过那个女人吗？就因为她长得漂亮玩的话，
你也不怕得病？你不要污蔑他，而且那都是1年前的事情了。只有1年前那一次吗？你好好想想吧，不要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你早就知道，在这个副本之前都只是猜测，不，也是一厢情愿的睁一只眼罢了。刚才你竟然还维护他，好，很好。那又怎么样？他本来也没做错什么。再说了，我会进到这个破游戏里来，还不是因为你那天非要出去旅行？这条命你本来就是欠我的。好，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是要怎么样？你就是个控制欲极强又缺爱的精神病。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轻松。你只会一遍又一遍的贬低我、辱骂我。救了我又怎么样？我本来也没有求你去救，你还不是一样？刚才你也想回答第4条，你其实也背叛了我吧？不，我没有背叛你。我选第4条，其实也是想到了去年图书馆那件事，以及上周你说去网吧，上个月你说高中同学聚会。不过比起通关游戏，其实我更希望印证那些事情的真假。8号为了获得钥匙，坦白了自己的背叛。2人争吵之后，不压人的声音适时响起。嘎嘎，恭喜你，你已经可以离开副本了。滚吧！滚就滚！喂，这么放那家伙离开，真的好吗？无所谓了，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吧。说实话，我也累了。虽然设计这个死亡游戏的神明说，只有很想活下去的人才会被选中。之前我确实很想活，但是现在我真的累了。别被情绪冲昏了头脑啊！你是孤儿吗？除了那个废柴男朋友，没有别的了吗？你俩是同学对吧？都是学生的情况下，你却觉醒了医生的职业，你应该是成绩很好的医学生对吧？难道你活下去不会比那个做什么都做不好、道德还败坏的渣男活下去要有价值吗？但是我也不知道剩下3条里哪条是谎言了。其实你知道的，4月姐姐啊，难道你刚才真的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在他维护那个贱人，在他指责你，在他不知感恩的时候，你难道真的没有动过一点这个念头吗？这里可是死亡游戏啊！我认为你刚才的第5条陈述是谎言。嘎嘎，那么请给出证明。你要干什么？阿瑶，好痛！我错了，阿瑶，不要！这个理由足够了吗？嘎嘎，真是精彩，非常足够，你可以离开这里了。谢谢你，不忘小姐。不客气，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极了。酒水哥，要不要你先选？你先选吧，你要选的应该是副本数量那一条吧？你看起来可不像是只过了3个副本。哎呀，被看穿了呢，刚才实在是有点没忍住，毕竟我很讨厌渣男嘛。你的演技很好，我差点被骗过去了。那你隐瞒自己副本数量的意义是什么？只是我的行事风格罢了，毕竟我的职业是窃贼嘛。对于我来说，向别人示弱反而更有利于我发动能力哦。不信的话，你检查下身上呢。哈哈，又被我骗了。士兵，我偷的是这个啦。刚才那家伙自己自曝自己是天宫，我当然就盯上他喽。这东西可比你的手枪宝贵多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通过了几个副本，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原来你的测谎仪还能用吗？当然，他每个副本能用3次，所以别对我撒谎，不然就算你可能比我强，我也会在这里和你殊死相搏的。哎呀，别那么紧张，我只是个喜欢找乐子的小女孩罢了，我也不是故意找上你的。我的确不是来自心理学会，也不是来自掠夺者的人，这点你可以放心。那你到底通过了几个副本？其实也只有12个而已啦，区3个月，而且我其实也不算强了，我的正面战力很弱。我选择第2条，理由是刚才他亲口承认了自己通过了12个副本，和他一开始报上的3个并不相符。嘎嘎，恭喜你找到谎言，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哈哈哈，原来是这样，我竟然被你耍了。原来你根本不在乎我来自哪里，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只是想这么算计我罢了。当然了，你的演技虽然很出色，但是我还是看得出了，你虽然比你表现出来的要更有底气，但是你确实是来找乐子的。原来如此，看来现在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出第3条为何为假了。我的职业真的是窃贼，也就是说你隐瞒了自己的职业，是吗？不，我的职业真的是士兵，这就是最后这一关抉择问题的难点了。5条陈述之中，看似是每条对应了一个人，其实有1条是不对应任何人的，所以我必须要抢走一个人的钥匙。我不太相信哎，那这对你来说不是劣势很大吗？虽然这只是我的第2个副本，但是资深玩家不忘小姐，我倒是想问问你，你经历了10几个副本后，还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公平吗？好吧，你说的对，这个游戏确实不公平，是吧？更何况现在是你该头疼了。是啊，不过好在我这人确实喜欢做事留一手呢。你很不错，士兵酒水，你这人太有趣了，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不管是在外面的世界，还是在副本之中。你还能出去？当然了，你应该意识到了吧？这钥匙看起来只有1把，但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如此，所以你才会撺掇对方嘎了他。是的，因为如果一定要有人无法离开这个副本的话，就让那个无趣的家伙留在这里好了。再见喽，酒水哥。嘎嘎，你也可以离开了。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离开了？嘎，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不对，这是第3个房间的第1个奖惩问题，奖励可以选择直接离开副本，但是我不接受这个奖励。真是的，1个2个的都在骗我。憨厚的大叔其实是个恶徒，那个欢脱的家伙也别有所图，就连你这个考核官也是鬼话连篇。别再浪费时间了，你所有的鬼把戏、谎言已经看穿了。老实说呀，你的演技还不如刚才的窃贼。嘎嘎，你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呀，玩家林业。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呢？只是因为我的演技吗？老实说，不只是你的演技，
还有，你本身也在一直提示我们。说实话，那提示一旦反应过来，还明显的。所以到我最后都不得不故意抢走不忘的钥匙来误导他，让他的思维局限和聚焦在我该怎么出去这件事上面。毕竟他也很聪明啊。那么我哪里提示你们了呢？在第二关之中，我们得知了嘎是代表否定的回答，但是它除却单独出现之外，还可以用在句首作为否定的标识。我说的对吗？从进入游戏到现在，你说出的凡是句首出现单个嘎的话语都是假话，而带有2个嘎的则是双重否定，表示肯定，代表真话。所以你大部分介绍规则的问题都是假话。而来到第3个房间之后，你说这是最后一个房间，本房间只有一个问题时都只说了一声嘎，代表这2句话是假。而这也和你在第1个房间里介绍本场游戏通用规则时可以对应得上。本场游戏中共有3个房间，1声嘎是假的，这证明了第3个房间确实不是最后一个房间。在每个房间设置了3个问题，2声嘎真的证明了这个房间确实该有3个问题。还有当时所有规则中的最后一句话，你先说了2声嘎，停顿了一下，又是1声嘎，代表那句话有真有假。我倾向于前半部分是真，后半部分是假。而那句话的后半部分是答对所有的决策问题即可通关副本，这是假的，即使不答对所有决策问题也可以通关副本。而且说回前2个房间，那会你也通过问题暗示了你这个考核官本身也是会骗人的。我的分析对吗？从刚开始这个游戏就充满了谎言，既然是谎言，那就会有破绽。林业讲完自己的分析，乌鸦人笑着说道：嘎嘎，真是精彩的分析啊！虽然意识到嘎和嘎嘎的含义并不难，但是你竟然记住了我的每一句话，小意思啊。嘎嘎，很好很好，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现在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了吗？嘎嘎，当然可以了，请听本房间的第2个问题，这个副本是由谁设计的？请说出他的名字。你个仙人板板来这种无理的问题是吧？嘎嘎，你还是可以向我提问或者询问提示，不过我不会回答像是名字几个字包含什么音节之类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的名字是什么？嘎嘎，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果然，你不只是本场游戏的考核官，你也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哈哈哈，太让人惊喜了，林业，你竟然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不过这不算你通过了，你还是要说出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其实在本场游戏里已经出现过了，对吧？嘎嘎，没错，是出现过了，而且是全称。原来如此，真是有些失敬了。想不到我的面前站着一位神明啊！嘎嘎，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那么我是哪一位神明呢？很简单，第2个房间里那只代表变化化身的乌鸦能化作和你一样的形象，它是代表变化之神的那只，是吧？而你在这场游戏之中的表现也是又说真话又说假话的。没错，你真是太聪明了，林业，快些说出你的答案吧。所以你很希望我的答案是变化之神吗？哈哈哈，骗你还真难啊！你介绍2只和3只乌鸦的时候，用的说辞是2个伟大神明化作的乌鸦分身和3个伟大神明化作的乌鸦分身。说实话，这既可以理解为3个不同神明的分身，但是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神明的3个不同分身，对吧？以您目前展露出来的性格来看，称别的神明为伟大，实在是有些不太符合我对您的观察。所以我的答案是真实、希望、变化之神，大概是这样的名字。你应该还不至于在具体的字眼和顺序上跟我太计较吧？精彩，这是真正的精彩，你真是敏锐的可怕。真实与希望与变化之神是我的名字，恭喜你答对了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下个问题，接下来的奖励是你能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当然我依然可以拒绝。对了，上个问题还有个更简短的答案。上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是林业。初次见面，虽然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第2次了。10年前的我，你是10年后的我。10年之后，我变成了神明。当然了，有了欺诈师这个唯一职业，再加上我的聪明才智，也是你的聪明才智，破解这个游戏成神并不很难。碍于细节，我不能跟你透露太多过程。总之，这件事也没有多难，不能透露太多细节。那你怎么说服我相信你呢？毕竟你之前可是一直都在骗人啊！玩弄时间可是神明的专属。我能从10年后来见你，是因为我成为了神明。你会以为一个唯一职业和6个人的相信，就足以让你发动回溯这种能够玩弄时间的能力吧？还不是因为你是注定在未来成神之人，所以才能完成那个骗局。我还不是很信。你这要是真的，我这10年来到底在这个游戏里受到了怎么样的折磨呀？性格怎么变成这个鸟样子了？其实你只经历了一件事，那就是认识到你比大部分人都聪明这一点。其实我也蛮诧异的，我都快忘了10年前的我竟然这么缺乏自我认识。总之，现在到了抉择问题了。我知道你对我心存疑虑，所以没关系，你可以选择相信我或者不信我。如果你相信我就是未来的你，那你就选择跟我走向那边。我们进入最终的房间，我将会帮助你拿到成神所需的一切。当然，你如果不信我，那你也可以带着钥匙走门离开，我依然会给你足够的帮助，至少能让你在接下来的10几个副本里都不需要太过考虑生存问题。可是若你就是10年后的我，你应该知道我的选择才对。那我会选择什么？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不，10年前我的第2个副本并不是致命问答，而是荒岛求生。我通过扮演渔夫活到了最后来着。神明是可以改变过去的，除了你最终必然会成神这一事实不会改变，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是你的回溯一样。好吧，我相信你，但是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改变过去也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变强的速度更快，我也会变得更强。总之，我还是验证一下吧。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你哪有女朋友啊？未来总有吧？没有，我或者说你是会想找女朋友的人吗？回答正确，我现在相信你了。但是我要用一下我上个问题拿到的奖励，对你提出一个要求，咱俩谁跟谁啊？你尽管提就是了。我说你可以别再胡说八道吗？你还是不信我？果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吗？真是倒反天罡了。上个副本我扮演神明，这个副本神明扮演上我了。我都没想到10年前的我这么多疑。我能说出你的职业，你在第1个副本里做到的一切，你的过去我也了如指掌。
你在追查把你送进来的凶手，你想用这个游戏赚钱补贴家用给姐姐。你现实里最好的朋友是神明，应该也知道我很热爱表演。我都说了，你的演技都不如那个不忘。我过了10年，演技就算没有长进，也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吧？你看看你演的不被信任后的生气，眉毛抖的幅度太夸张了，语气也太急促。怎么，我成神之后连沉浸到情绪里的演技都没有了吗？你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侮辱我过去磨练演技的努力。我要求你立刻道歉。10年后的灵叶，神明的骗局，可惜你的演技太差了。好了，既然你不能停止胡扯，那就换个要求吧。你能不能把周围的雾气散了，再让我选择走哪边？我现在是真的有点佩服你了，灵叶。果然啊，我选这边这条路，这是可以选的吧？当然。哎呦，消失了，这次得自己爬楼梯了。所以最后一个房间是天台啊。恭喜你，灵叶。这里叫到玄之塔，是吗？不错，这就是你的第二个房间。你可能还不能理解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那我出去一定打听打听，这地方代表着什么。既然这里是最后的房间了，那说出你的问题吧。其实到了这最后的房间，应该选择是前面的这个。毕竟能识破我的重重谜题来的刺激的，在体验之中呢也没什么意义。所以这个3个问题虽然他对了，没人给答错的好，但是被问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对他说话了。确白只是谁的跟手罢了。真的吗？我不信。你这家伙虽然仅凭是好事，但是真的有点太紧张了。算了，你听了问题就知道了。那么，灵叶，请跟开开。你在死亡游戏之中的职业为何是欺诈师而非演员？表演的本质是欺诈这个说法没错，但仅仅是这样，我不应该觉醒欺诈师才对。现在想想，当时的回溯确实不可思议，只是依靠6个人的相信，哪怕骗过了自己，真的足以扭转世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有些拿不准，但是我想应该是和我的潜力与神明有关吧。死后能进入死亡游戏的条件，根据血字的说法，应该是需要对生的强烈渴望，而职业大家普遍都认为则是和现实里的经历息息相关，但这只是最表层的部分，深层次的原因，我想和这个游戏为何诞生有关。这个死亡游戏确实是由神明缔造的，而现实中一部分人似乎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游戏里是有潜力的。老实说，我就是被他们强行送进来的。所以这个游戏里虽然大部分人觉醒职业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大部分职业在一开始也分不出高低贵贱，但如果潜力过高的人是可能得到神明的注视觉醒唯一职业的。所以从一开始我的起点就和其他玩家不一样，这个欺诈师的唯一职业应该是你或者其他神明塞给我的吧。好，回答的基本正确，虽然还不少关键遗漏，这个结论也错了，但是能给出85分。结论错误且有关键遗漏吗？我遗漏了什么？真正的答案又是什么？这个就要你任好自行探索了，别太担心。灵叶能在第2个副本支撑潜力和神明，在这个游戏里觉得你已经领先其他人太多了，再这么下去，好，灵叶，你答对了第1个简称问题，自然可以奖励。现在你可以向我询问一个某人隐藏的秘密，可以是任何人的任何秘密。能选你吗？抱歉，你不是某人，我是神明。好吧，我想想，现在有2个想要探查的家伙，一个是方才遇到的不忘，另一个是那个搞我的凶手，那个神秘的学妹。虽然那位学妹的现实身份不明，但是至少对方作为玩家所属的组织和弄死我的目的已经基本清楚了。对方看着也挺强的，复仇也不急于一时。不忘到底是抱着什么目的接近我，又是隶属于哪个组织的，现在完全不清楚。他绝对不是没有目的，纯是抱着找乐子的心态来接近我的。刚开始偷我自行车的时候，就觉得是一场评估，出于谨慎起见，我还是表演出了一副暴躁、易怒、被耍得团团转的模样。副本中我继续表现出擅长解谜、报复心强和极度自负等特质，但不管怎么伪装掩饰自己，除了心理学会之外，还有可能被什么组织盯上了，总感觉心里不安。我想询问关于本场游戏职业为窃贼的玩家的秘密，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来接近我的？你的猜测没有8成左右的可能性会对。你在和出手游戏，你在之前是个10年做事情的事，我的第一次明白，你是自由联盟成员，你的开发这个是否是否加入自由联盟，所以才使用道具进入了这个副本。自由联盟吗？行吧，感情我这刚过一个副本就被2个这么麻烦的组织给盯上了呀。不对，考虑到刚才那位天宫也邀请了一下我，合着3个上了论坛黑名单的组织还都邀请我了呀。好了，是不是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可以，那么进入第2个问题，在本房间内，我告知你的全部信息里，有几件是虚假的，你知道是哪一种吗？这下只能纯靠猜测了。我猜你给我打85分那句吧。哦，你的理由呢？我的理由是我觉得我的答案挺完美的，你肯定忍不住在内心给我打了100分，至少是98分。很好，你答错了，但是你这个答案很有趣，所以我还是要送给你一个奖励，你可以在任意一场游戏里使用1个分点，凡是我这场谜题的，你就会给你明确且真实的答案，不限于本场游戏。有了想要询问的问题，只需要把实质来的经验向你提问就可以了。好吧，我现在有点相信这是奖励关卡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该进入最后的决策问题了？当然，不过这次并不是选择离开的方式，而是选择你要获得的道具奖励。这里有一种能让你受益匪浅的道具，无论选择左手还是右手边的任意一个，你都能够用道具奖励并离开道具资本。现在，请选择吧，要求我的哪一只手呢？请你指向它，并告诉我，你这神明还看过《黑客帝国》啊？人类的诸多创意才能让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丰富有趣。那道具就是胶囊吗？如果你看过《黑客帝国》的话，从吉利的角度来看，应该选红色呀。选蓝色，感觉搞不好会永远留在死亡游戏似的。这种说法，
2个宅男都还有能离开这个副本的关。是啊，因为选哪边都离不开你这王八蛋神明收拾奖励关卡，在这最后一个房间的最后问题给我憋了个大的是吧？刚才其乐融融的2个问题都给我放松警惕呢，连嘎嘎都不说了，是怕我发现你在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假话其实藏在第3个问题吗？难怪我第2个问题找不到什么头绪，感觉你哪句话都是假的。无论选择你面前左手还是右手中的任意一个，你都能得一样道具奖励。这句话是完全要反着听的呀。无论选面前的哪一只手，都不会获得任何道具，且无法离开当前副本，对吧？好，那你的选择呢？同样的方法耍了4次，真的很容易猜出来了。你还特意在最后一句话说出来，必须要用手指向我选择的手，而不是说出左手和右手。我选的这雕像的手。好好，今天做好。恭喜你答对了最后的这道题，这是一个奖励，从决定选择。前1名你前1名你黄之手，做成的这个，我就无所谓离开这次。我能查看一下他们的效果吗？当然可以。狂之蛇强行发动一次假话成真的效果，甚至不需要被欺诈的对象。嗔之齿已经成真的话会被相信，怎么办？都想要啊。那个，我拿到这个道具能试用一下吗？你想两个都要，是吗？那你选择嗔之齿，我可以让你试一次；那你选择狂之蛇，怎么办？没关系，嗔之齿也够了。你要是给我狂之蛇，那我拿走这2样东西也太简单了。好，嗔之齿的奖励给你一个手机。我在所有副本获得道具奖励时，都获得了双倍的道具奖励，这是我得到的游戏管理员的能力。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一开始就有这个奖励，就算让你说红之手，你也会选择嗔之齿。当然了，毕竟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一点说明你真是第一个。我都怀疑你为什么会被死亡游戏选中了。你小子看起来也不是很怕死啊。反正你不会杀了我，不是吗？回见喽，尊敬的变化之神。结算空间内，几人同时回过神，离开副本的通关时间并不会影响结算空间。想不到啊，和谐了一整场游戏，竟然在最后死了个人，还是情侣反目。关你屁事！好，我的错，这确实应该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哎呀，难道你玩得不开心吗？死亡游戏可是一场游戏，享受游戏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可享受不了这种游戏，我只是觉得离你这种疯子越远越好。真是遗憾啊，你已经被我盯上了。我说了，我一定会变本加厉的缠着你的。下次再见你，我说不定会打了你。那我真是拭目以待。不忘对我的评估很可能是合格了，所以自由联盟大概挑选成员也只看潜力，并不怎么在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在意成员的性格呀。这说明，要么这个组织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十分松散，要么就是这个组织的管理者有信心化解成员之间的矛盾。这样看来，论坛好像确实是个可以信赖的组织，看来得从大亨那打听一下消息了。升阶失恋吗？自称为酒水，职业是士兵，性格冲动、易怒、记仇，但心思较为缜密，在解谜和利用游戏规则布置陷阱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实际游戏过程中，并没有看破我的身份和目的，但是发现我之前在暗中观察一事，并在副本中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我的意见是，若是他通过升阶之后，或许可吸纳进组织之中。这就评估完了，速度可以啊。性格易怒、记仇，那应该不会加入心理学会吧？毕竟心理学会的弄死他了。单设提防秩序抢人啊，毕竟是士兵。 S 减的士兵嘛，难怪心理学会那么重视，派出了那家伙去江城。真的假的？我这种高手都才。你算个皮球，被海城管理员追着揍的废物点心。说真的，要不要破例先邀请啊？这种潜力不可能不通过升阶吧？再等等吧，反正这种潜力，搞不好第8个副本就能去升阶了，说不定都有可能是第7个，那样也不过多等1个多月罢了。我赞同厨神。我也觉得厨神说的有道理，这段时间还可以再观察他一下。有一点我很在意，他为什么自称酒水呢？毕竟有传闻那家伙也是江城人，还可能就是江城的管理员。我觉得只是巧合吧。如果不是巧合，那就麻烦大了。不管是不是巧合，这段时间再多接触一下确认下吧。未来最好能确认他的升阶时间，并且确保他不会加入秩序那边。那得加钱。这小子本来就危险，现在还和管理员扯上关系了，这活不加钱我干不了。没问题，下次副本之前我会把玲珑手套寄给你。真好，竟然还能薅到玲珑手套，鲤鱼也是下血本了呀。不过那小子也确实值得，希望他能顺利通过升阶吧。果然，论坛似乎有意在隐瞒关于升阶的消息啊。你好，大航。哦，是那个卖了一堆道具的新人啊！恭喜你通过了第2个副本，这次又有道具卖吗？不好意思，这次没有道具卖，但是我有些事情想要向你打听。好说，你想打听什么事情？如果事情不方便在电话上说，可以随时来餐厅找我。不过来的时候注意隐蔽好自己。好，我稍后就过去。小子，想打听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忙慌的？
刚结束副本就往我这跑，怎么副本里遇到事儿了？是遇到事儿了。您了解掠夺者和自由联盟吗？就是论坛置顶公告上禁止入内的那俩组织。我上的副本遇到了他们的人，感觉有点不太好惹的样子，而且我还得罪了其中一个，会不会惹上麻烦？掠夺者和自由联盟，展开说说，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的上个副本是解谜类型的，所以对抗性不算太强。临到结束时，因为谜题的原因，他们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中一个是来自掠夺者的天宫。哦，刚加入掠夺者的那位超级新人是有2把刷子，你翻翻论坛，应该能在悬赏榜上找到他。是他盯上你了吗？如果我没记错，他大概是西北那边的人，所以不用太担心。并不是，相反，他倒是对我还算友善。反而是自由联盟的那个家伙对我很有敌意，是个女生，个头不算太高，职业似乎是窃贼，性格比较恶劣，口音也像是江城本地人。你遇到的是神偷阿念。阿念，念念不忘，原来他自称的 ID 是这个意思。这是个很出名的家伙吗？很出名的，以前在加入自由联盟论坛清退之前，他的 ID 阿念可谓是声名远扬，基本上和他参加过副本的人都得丢上1、2件道具在他手里，而且即使离开副本，那些道具也不会回来。他的技能竟然是永久性的偷走吗？他的职业确实是窃贼，窃贼有很多，但神偷只有一个。这么厉害啊！那他和他的组织盯上我，我岂不是死定了？不用太担心，神偷虽然性格恶劣，但是目前为止他很少去主动击杀某人，这家伙更加喜欢捉弄他人和恶作剧。至于自由联盟，那就更不用担心了。这个组织虽然声名远扬，但是人数很少，目前为止他已被确认的成员只有9人。这么少？正常的组织成员应该有多少啊？人数最多的是秩序这个大型组织，大概有超过500人，近1000人左右的规模。其次，几个全国性的知名组织应该都有几百名左右的成员，大一点的400、500，小一点的1、200。掠夺者、心理学会、玩家互助会、守夜人等等都差不多是这个规模。比如江城由我成立的江岸堂，成员大概也有接近100人，还有些各种小型组织，不过至少也得有个20、30人才能被玩家普遍认可算个组织。只有自由联盟是个特例。那自由联盟为什么会是特例？因为它的加入标准就是要升阶成功，虽然目前只有9人，但这9人每一个都是非常出名的强者，就像是神偷阿念。升阶？您之前不是说衡量实力的标准是看通过的副本数量吗？论坛上不少帖子也提到了升阶这件事，那到底是什么？没错，通过的副本数量是分辨玩家实力的重要标准，但那是相对于同阶的玩家而言的。所谓升阶，就是在某个副本开始前，你会得到提示开启升阶试炼，这样到这个副本时，你会得到通关条件之外的一些额外任务条件。这些额外任务是选做的，但不管你做不做这些任务，这场副本对于你来说难度都会大大增加。即使对比和你参加同一副本的玩家，你的难度也是格外高的那一个。不过如果你成功从这个副本中活下来，还完成了那些额外的任务之外，那么恭喜你，你就完成了一次升阶，从普通玩家变成了1阶玩家。在奖励里会有一样专属道具，比起普通的道具，它相当于给你的职业开辟出了第2个职业能力，而且这个新的专属道具往往能很好的配合你本来的职业能力，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因此完成了升阶和没有完成升阶的玩家之间存在着质变的差距。质变吗？好了，也不用太好高骛远，毕竟离你到升阶的那一天还早得很呢。是吗？那大概还有多久呢？通常的玩家是第9、第10个副本时会遇到自己的第1次升阶副本，这个是之前副本的表现而定。潜力高一点的人在第9个，差一点的在第10个。当然也有少部分潜力很不错，崭露头角的第8个副本就会拿到升阶的提示，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在第7个副本就开启升阶。老实说，我觉得你应该不至于要拖到第9、第10个副本。不过就算你是天纵奇才，第7个就拿到了升阶的资格，那也是1个月后的事情，不急的。好吧，看来这事儿确实不急着操心。不过我很好奇，你刚才说升阶的任务是选做的，所以如果没做会怎么样？哦，不会怎么样，只不过会隔10个副本之后再来一次罢了。当然，哪怕你不去做升阶任务，升阶任务本身也会让你的副本变难，能活下来的本身也算是一种实力。这也是为什么论坛上很少见关于升阶的信息和攻略，这算是各个组织之间的一种默契。此话怎讲？很多组织对于如何活过升阶副本和完成升阶任务都有着很丰富的经验，因此资质平平的玩家想活过升阶副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一个组织。加入组织之后，就能得到怎么活过去的经验，甚至能以相当优惠的价格享受组织内经验丰富的老手帮过升阶副本的服务。我明白了，谢谢你。老弟，说1000到1万，我也不跟你客气了，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希望你加入我们江岸堂。听到大亨的邀请，林业心中早已有所准备，但脸上还是露出了震惊的神情。不急着答复我，你可以考虑一下。
虽然我们江岸会只是地方性的组织，但是在江城，我还是有信心说一句数一数二的。换句话说，在江城的地界上，我们江岸会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秩序。这么厉害？我看论坛上的说法，秩序可是最厉害的组织。那3家被论坛除名的，看见秩序的人都得绕着走。不错，所以游戏之外，只要在江城的地界上，他们想动你，我也能把你保住。当然了，前提是你加入我们江岸会。但是照你的说法，我直接加入秩序不是更好吗？秩序招收是很严格的，不仅要考察你的实力，还要考察你的人品。加入之后规矩也多得很。我们江岸会虽然也有规矩，但基本上也就是现实里不得随意杀人，不能出卖组织这些基本的。而且你这种青年才俊现在加入的话，福利很多哦，比如升阶的攻略吗？但是那个我现在用不上啊。所以我说你不急着一时决定吗？等过几个副本再看看。你可以看一下论坛的100名排行榜。嚯，所有玩家里你排27啊？是全国玩家，外服还不参与论坛的排名。怎么样，有何感想？前3里2个秩序的，我更想加入秩序了。我看兄弟你好像是大学生吧？我们这能给盖实习章，甚至毕了业你都可以来我公司工作。我给你交5险1金，无责任底薪1万多，双休，但实际上你甚至都可以不用上班。敢问大哥，你的公司是？青盛，咱们江城自己的餐饮上市集团。他家的牛奶和快餐，江城人从小吃到大呀。我再考虑下。好，我等你答复。组织嘛，除非哪一天我有了什么能够随意变化身份而不让任何人知晓的手段，否则这些组织和他们合作就是上线了。社长睡了吗？没钱，爱过不能加盐。不是，我有事拜托你，又有人需要你查一下。哦，吓死我了！大晚上发个睡了吗？我以为你要告白或者借钱或者加盐。青盛集团的某个高管或者股东的亲属，大概30多不到40的男性，我有他的微信号。你疯了？开河有钱人很容易被找上门的，这还是上市公司家的，你想干什么？现在就考虑加入豪门吗？那你也别找老男人啊。没有，我只是好奇他靠谱不靠谱，不需要什么具体的隐私信息，你就帮我找找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不良新闻、犯罪记录之类的，行吗？这个简单，我帮你查查看吧。谁叫你是我们社团王牌呢？对了，既然要查的话，学姐你知不知道我们江城有哪些大企业家是有年纪差不多16、17岁的女儿的，大概率是独生女，然后可能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如果你方便，能不能帮我查一下符合条件的？我去，林业，你这厮也太变态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钓大叔，所以直接改成钓富婆了是吧？还16、17岁，你以后要是火了，传出这是他房了，千万别说你是江城传媒话剧社出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你误会了社长，我上周在某个线下聚会遇到个看起来像是富家女的小姑娘，但是她可能有偷窃癖，她偷了我自行车钥匙，把我车骑走了，然后我刚发现就去追，在下个路口又给我锁好停好了，所以我说她可能有偷窃癖。这实在是太扯犊子了，反而听起来是真的。我帮你查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最需要考虑的还是升阶的问题。很好，各个组织和人都平安度过了这周，看来排行榜也不需要更新了。不过我亲爱的王牌啊，我没想到你倒是成了最近最大的变数了啊。7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林业眼前蹦出系统提示：零下吗？得找个冷库之类的地方啊。学校的食堂这个冰柜应该可以了，定时的求救信息发给社长，别到时候死亡游戏通过了，自己却被活活冻死在这里头了，可就不好了。那就开始吧。检测到您在本场游戏中将进行升阶试炼，现在为您加载特殊任务。升阶任务1，在本场游戏之中，对每位参加游戏的玩家都说出不同的、相互之间存在绝对矛盾的谎言，并发动欺诈师职业能力使其成真，直至游戏结束都不被拆穿和识破任何一个谎言。升阶任务2，找到本场游戏中隐藏的骗子，并识破骗子的骗局。完成2项任务即可完成本次升阶试炼，任务并不强制要求完成。第一个任务是要向每个人撒谎，而且每个谎言不能相同，且相互之间都要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要撒12个谎，并且让12个谎都成真，而且还不被识破。第二个任务所谓的骗子，明显是一个特质，但是指的是什么呢？还是得等游戏进行一下，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之后，才能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啊。还是先一边做着第一个任务，一边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收集下关于骗子的线索吧。岭东群山副本开始，寒风中一个破房子内，林业醒了过来。哎呀，你醒了，我还以为你冻死了呢。这大概是个比较善意的 NPC。你是什么人？我和你一样，是来进山寻宝的淘金者，只是没想到这封山的大雪来得这么快，这房子墙也垮了。这附近应该还有别的营地、山洞之类的。白天还好，到了晚上这风雪还要变得更大，而且还可能会遇到扎特，那可就糟糕了。扎特是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来到了这志东山里寻宝吗？扎特可是除了这极端的气候之外，你在山里需要面对的最恐怖的存在。传说之中，这志东山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雪怪，以人类为食。这些怪物的首领也是最强大的那一只怪物，就叫做扎特。
没有人知道扎特究竟是什么样子，见过扎特的人都死了，没有正面见到他的人也都被吓疯了。有的说他高10米，有着利爪和尖牙，有的则说他是活动的冰块和山石。但可以肯定的是，扎特绝对不是人类可以抵御的存在。雪怪，扎特，那我们该怎么办？只有燃烧的火光可以帮助人类在夜间免于受到扎特的侵害。同时，在至东山也不建议结伴而行，大于3个人的数量都会加大被扎特或者雪怪盯上的概率。一个据点之内，人数最好也不要超过2个人。你咋什么也不知道就来至东山寻宝了？其实我不是来寻宝的，我只是迷路误入此处了。这山里难道有什么宝贝吗？你迷路能迷到至东山深处，这地方风雪都没停过，你看一眼就知道不该继续往里走了吧？算了，看你这傻兮兮的样子，也确实不像是脑袋很清醒的人。至东山每年风雪最盛的时候，在雪地里能挖出一种黑色的膏状物，那东西是上好的颜料，被大老爷们称作黑金之油。我们这些平民都叫它黑油，稍微提炼一下还可以做成能治疗各种伤势的药膏。谁也不知道这些黑油是哪里来的，只知道它只会出现在至东山的雪地里，而且每次出现都是被装好放在木质的匣子或者箱子中，很是奇怪。也正因此，寻找黑油的过程才被称为寻宝。这东西是真的能保你荣华富贵的啊！好了，既然这处据点已经坏掉了，我也该抓紧找下一处据点了。你这孩子要是就这么死在山里也怪可怜的，给你拿着张地图，你也去找据点吧，只是别跟我走同一个方向就好。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绿色墨水写着的 B6 的位置，人越多，被雪怪和扎特盯上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这个游戏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据点，如果有闲情逸致可以找一找黑油，结算时大概能刷点道具奖励。原本以为第一个任务的难点是怎么同时对大家撒谎不被拆穿，现在看来我好像搞错了呀。喂，大叔，等一下。我都说了，你这么跟着我很容易招来雪怪和扎特的，在至东山最好是要单独行动才好，而且现在天快黑了，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浪费。那个，我其实不是来和你一起行动的，我只是有些事情想问一下。至东山里像你一样来寻宝的人多吗？也就10来个吧，毕竟可不是谁都有勇气来进入至东山。你问这个做什么？哦，我想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其他人。我和我朋友走散了，我打算拉着他赶紧离开这鬼地方。这个嘛，至东3个方向都能进人，你看地图就知道了。这3、4个坡度都很缓，主要是风雪太大了。不过想离开可就不好办了，进去容易出去难啊。我们都是待到风雪减弱的，在风雪还很强的时候，要是想提前离开，很容易直接被扎特盯上，即使不死，最好的结果也会被扎特活活逼疯。没事，大叔，我其实特别擅长爬山，且特别耐冻。那扎特说不准追不上我，你知道吗？即使是这种风雪的程度下，我也能如履平地，健步如飞，甚至可以做到全速奔跑。你骗人的吗？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跑多快？本来是不想告诉大叔你的，但因为之前的善意，让我不忍心瞒着你。其实我是被老爷们专门雇来的，为的就是重新测绘这片区域的地图。不信的话，你可以考考我，地图上的点我早已经烂熟于心了，只要能背出来，你应该就能相信我是大老爷招来的专业人士了吧？真的假的呀？那B6旁边最近的几个临时据点是右边的 C2， 上方的 A7 和下方的 E3， 再近一点的是右下方的 A12， 再来才是左边的 E9。你还真记得住啊？那 B11在呢？地图的中部偏左，地形应该是在一处山谷的入口。我相信你们，你竟然真的是来测绘地图的。我没想到那些老爷竟然会这么好心。不，并不是为你们着想，只是大老爷们不太满意黑金之油的出产速度了。原来如此，不过这个消息你愿意告诉我，就已经很宝贵了。没关系，是你的善意之举打动了我。但是既然你也清楚这个消息的价值，就不要走漏风声了。一定的，一定的，这点我还是有数的。好了，你忙你的去吧，我还要多跑几个据点呢。虽然我脚程很快，但该跑还是要跑的。果然，在 NPC 身上也是能发动能力的呀。游戏开始后，林业连续找了3个据点都没有发现玩家。难道说这个副本的13名玩家相互之间的初始距离都隔得很远吗？咦，这里的12个据点可以连成一个近似整圆的形状，这12个据点还正好能将这整圆等分成12个30度扇形，并且每个都位于这扇形的中心点。如果加上圆心，正好是13个点。每个扇形里不多不少，正好是8个据点。先去最近的扇形看看吧。你好。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你怎么个事？这孩子走路悄陌生的呢。你是玩家？对，我是玩家，我的论坛 ID 是阿龙，职业是士兵，您怎么称呼？士兵？咋这么白净呢？瞅着不像啊。天生的，而且在部队上是文职，但这游戏还是给我判定成士兵了。哦，原来真是军人啊，这双眼真俊啊。这小伙子文工团的吧？有对象没？我家闺女应该和你差不多大，长得也不孬，大学刚毕业，俺们那块工大。得嘞，你说说，阿姨，咱们这在死亡游戏呢，落家常回头再说。哎呀，这家伙，小伙子你太帅了，给大姨我都弄迷糊了，都忘了场合了。这你都参加死亡游戏了，是不大合适我闺女。
我那个什么论坛 ID 是花开富贵，刚过了5个副本，在俺们组织里，大家都喜欢叫我花姐，你也这么喊就行。我职业吗？是商贩。商贩这个职业吗？那他可以在每场游戏之中迅速得到3到5条关于副本内存在的非专属道具的信息。花姐，那你得到的道具信息可以分享下吗？哎呦，阿龙，你怎么直接就打听这个？这个副本应该很明显是生存类的吧？玩家之间不存在什么对抗性。这可说不准啊，刚才有个什么 NPC 跟我说了，这次副本最好不能抱团行动，所以那些道具多半是没办法一起用的。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但也不一定是一伙的。花姐，此言差也，你这就把那些 NPC 的话想差了。这话咋来的呢？花姐，您拿到地图了吗？没有啊，咋还有地图呢？我在初始的 NPC 那里拿到了一幅地图，这上面是据点的数量，你看，足足有快100个据点呢。所以，虽然我们被怪物限制了不能一起活动，但是充足的物资让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竞争关系。小伙子，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样，我先给你说个对你应该最有用的一个，在那边走个3公里左右，有个叫黑油火把的道具埋在一块石头下面，那玩意儿的效果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熄灭，而且能提供恒定的温暖和光明。拿着那个东西，即使是晚上在外面活动，似乎也不会被怪物给盯上。明白，若是我拿到了，会回来帮你收集点物资作为回报的。好了，花姐，既然已经有 NPC 强调了这一点，我们还是别在一块待太久吧。阿龙，路上小心点啊。好的。林业在下一个扇形区域找了2个据点后，终于发现了一个人。哇，什么人啊？玩家，是玩家。玩家？那你是不是想抢我柴？哪里的话，老哥，我哪能抢你柴啊？我就是在找据点呢。我论坛 ID 永爱小爱，职业是宅男。宅男这职业能有什么威胁啊？更何况我都是宅男了，难道不信我很纯良吗？哦，原来是宅男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怪物呢。我 ID 是海豚，职业是学生，过了6个副本，你过了几个啊？永爱小爱，比海豚哥你少一个，我这是第5个副本。说起来，海豚哥，你这个笤帚哪整的？我开局就和 NPC 要的，这样找埋在雪下面的东西方便点。他还给了我一些食物和清水，还给我指了几个据点的方位。毕竟我是学生嘛，所以发动能力后就得到了这些东西。海豚哥你好果断啊，直接就发动能力了，还一次得了这么多，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会用学生能力的人。这副本感觉你稳了。哎呀，哪里的话，我也是怕他走了没有 NPC 就再也用不上这能力了。你这宅男其实应该也稳了，毕竟这种偏向于纯生存的副本很适合宅男。你要找据点的话，我建议你那边走。当时他给我指了几个据点，那边还有2，你找找看吧。可惜这个副本的怪物好像会盯上抱团的人，不然我真想和你一起行动啊。是啊，海豚哥，真是可惜，我就不多逗留了，咱俩一点战斗力没有，万一遇到怪物就不好了。呼，果然，这个升阶任务甚至都算是种欺诈师职业的进阶技巧教学了。林业找到岩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应该就是这里了。果然啊，真是好玩意儿啊！这下真得谢谢花姐了，也谢谢你，兄弟。不过你有这么好使的火把，是怎么死在这里的呢？是粗犷大叔还有意外收获。不过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我见到那粗犷大叔之前，所以我之前遇到的 NPC 是什么玩意儿？骗子很可能并不是某个玩家呀，而是本场游戏之中的某个玩意儿。对抗、解谜、生存4个类型的副本，如今见过3个了，怎么每一个我都跟游戏本身勾心斗角呢？这1、2个的规则还得自己甄别真假。合着除了最开始进入游戏的字儿，哪都得防一手啊！等我凑齐了12个职业的时候，给我等着，管你什么查特还是巴菲特。等我凑齐了12个职业的时候，给我等着。根据地图，林业来到下个扇形区域的据点，发现了一个亮灯的屋子。谁呀？放心，我是玩家。玩家有什么值得放心的？你没收到 NPC 提示吗？晚上乱晃和与他人结伴是很危险的。我收到了，放心，我只是来问个问题的。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职业，但是我是教师，我现实里也是一名英语老师。教师这个职业能有什么恶意呢？我是得到了对所有玩家都有用且你们最好知道的关键信息，想和你分享。教师？对，教师。我的论坛 ID 是老许，你叫我小许就行了。你年纪不大，看着不像啊，而且气质也不太一样。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在编中学、小学教师，我是一家课外辅导机构的老师，专门教口语的。Lord, what fools these mortals be？ 非常标准的 Cockney， 而且刚才那段出自 William Shakespeare 的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吧？你这辅导机构水准还蛮高的。小许是吧？你可以叫我凯伦，我是玩家互助会的成员，职业是律师。你有什么要分享的事情吗？教师的能力获得一条关于本场游戏的提示信息。凯伦哥，是这样的，你开局有没有遇到一个粗犷的大叔 NPC， 自称是来寻宝的？不错，是这样的，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凯伦哥，我们每个人都遇到了差不多的 NPC， 而他给出的初始信息里混着一条假信息。原来最开始的 NPC 说的提示之中有假的吗？这条信息很关键，接下来的游戏过程中，如果你遇到困难，我也会帮你的。那就多谢凯伦哥了。凯伦哥，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一步了。毕竟现在是晚上，待久了，怕是要被那怪物顶上。又得到了一个职业，从教师职业的提示来看，遇到查特只能减少概率，而非是杜绝，得抓紧时间了。万一今晚就有人惨遭查特毒手，任务就完不成了。
真是倒了大霉，好不容易找到个据点，结果还被人占了。喂，你这家伙，给我点吃的。我警告你，不要轻举妄动，别逼我和你鱼死网破。哦，你是什么职业呀？想跟我鱼死网破？我的职业是士兵。士兵？哈哈哈，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好吧，我的职业是宅女，但是我手里这块砖头可是真货，你不要轻举妄动。而且我也已经过了7个副本了，这不是我唯一的道具，你小心我跟你玩命。玩命？你以为我怕你？去论坛打听打听，老子六爷什么时候怂过？你一个宅女还敢跟我地痞叫板？老子特么一火把抡赶你！你打过架吗？给你这板砖，你知道怎么用吗？你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老子特么又不占你屋子，又不准备打你，那么一堆土豆，我就是找你分点吃的，怎么了？真的吗？大哥，你不是来占我屋子，或者打算嘎了我吗？神经病，嘎了你有什么好处？老子虽然是地痞，但不是什么嘎人狂，真特么服了。我说吃的，你给我吃的，我马上就走。你真的会走吗？可是外面黑天了，会遇到怪物的吧？俩人待在一起更容易遇到怪物，我真是服了你了。老子都说了，老子是地痞，我早就把黑夜在外面行动会增大危险概率的规则给无视了。拿到了一次规则豁免权啊，不过现在连这场游戏存在哪些规则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先存一下吧。接下来林业又遇到了2个玩家，分别获得了兽医和窃贼的能力。这次就扮演医生吧。来了。你大晚上的不睡觉敲个啥？那个，你好，我的论坛 ID 是5月，我的职业是……等下，哥，别急着告诉我，让我接个侦探来猜猜看吧。你的职业是侦探？没错，我是论坛上最知名的新秀侦探玩家 ，ID 名为福尔波洛。目前经历过16个副本依然保持全胜记录的，注定会成为最强侦探的玩家。16个副本你但凡输一个，我也见不到了你了呀。看得出来，你的相貌气质很好，身上穿着的衣服却都不贵，可能并不太富有。有大晚上一个人在雪地里跑来跑去，丝毫不害怕，可见经常熬夜。我知道了，你的职业就是保安。你在现实里恐怕也在高档小区或者什么场所担任保安。你丫真是侦探吗？你肯定在现实里只是个读多了侦探小说的家伙吧？切，你管我现实做什么？我反正游戏职业确实是侦探。我信你确实是侦探，不过我真的不是保安，我的职业是医生。那我还是说对了嘛，医生值夜班，所以你确实晚上活动。啊，对对对。这侦探竟然是目前遇到的7个玩家里最单纯、最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看来职业的觉醒确实只和人生经历有关，和个人能力无关。总之，医生，你大半夜四处跑干什么？哦，这个嘛，我有这个火把，晚上出行不会被怪物盯上，所以我打算四处转转，以防有人第一天就受伤什么的。中类哥，真是医者仁心啊！告别了福尔波洛之后，林业很快就找到了余下几个据点的5人，并和他们完成了交涉，获得的5个职业分别是强化型的邮差、强化型的打手、信息型的厨师、技能型的社畜、规则型的官员。总之，第1个任务已经成功大半了，接下来该重点解决第2个升阶任务了。死掉很久，而且所有人都疑似是同一个的 NPC。算了，先去中心点看看吧。果然不太一样啊，住在这里的大概是个比较认真且自律的知识分子吧。所以这房间的主人每天晚上读的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这涂黑的黑条这么整齐笔直，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书的主人把他故意涂黑的。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在变相销毁这些书吗？这桌子大概是曾经拿来制图的。哦，你是之前我见到的医生5月，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看来你也很敏锐啊5月，你也是发现了这里的蹊跷之处才来的，对吧？我倒是碰巧居多，说起来你是怎么发现这里有问题的？当然是因为我今天也学着你四处逛了下，然后就发现这些据点太规律了，它们虽然看似分布的杂乱无章，但是分布的很有规律，至少我去了3个地方，每一个废弃的据点旁边都是有差不多正好7个据点的。如果从上空俯瞰的话，会发现所有的据点都分布在一个正圆中，至少我去了3个地方，每一个废弃的据点旁边都是有差不多正好7个据点的。如果从上空俯瞰的话，会发现所有的据点都分布在一个正圆中，而根据我的推断，现在的这个据点就是圆心。你还是有2把刷子的，侦探，我是从 NPC 那里拿到了地图，所以才能发现端倪，并且做出这个判断的。洒水，记操了，过你一个医生，对着地图看出来端倪也不错了。不过借助地图，我能比你发现更多的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地图所有的据点不仅恰好落在一个整圆内，而这个整圆还恰好可以被等分成12份30度的扇形。还真是哎，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发现。虽然我是医生，但我可不比你这个侦探差。倒不如说，医生和侦探本来就是最佳搭档，不是吗？你这话说的，医生能治疗别人，和谁都应该是最佳搭档才对。原来如此，我这里有个道具，功能是测谎仪。你在干什么？看看你有没有实体。把名字都叫做福尔波洛的人，怎么可能会不懂医生和侦探的梗呢？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是有实体的。冒牌货，或者说，
查特，一个侦探再怎么天资聪颖，想要得到每个废弃据点旁边恰好有7个据点的结论，也至少要跑16个据点才行。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不能排除掉这位福尔波洛是不是用了某种快速移动或者加大观察视野的道具。所以我拿出地图验证，因为地图是有缺漏的，其中隐藏了一整个扇形区域，而其中被藏匿起来的那个区域恰好是福尔波洛所在的那片区域。我不是什么查特啊，我是玩家。对方这不是在演，但是难道真答错了？不过就算答错也无所谓。所以最开始遇到的福尔波洛是真货，这个是假的。虽然不能确定这个就是查特伪装的，但不管是何方神圣，他的伪装方式是制造一个能够模仿行为的复制体。而且根据刚才福尔波洛的反应，看来这份复制并不是能够复制记忆的那一种，大概是只能模仿他已经表现出来的部分。所以真正的据点不是97个，而是105个吗？如果存在一个没有画出来的区域，初始点在中心，加上昨晚福尔波洛所在的据点，还有路过的一个据点，将 A 到 E 的据点分别连起来，那么这是 cheat。一开始大叔所说的怪物查特，或许他的真实名字也是 cheat。那么既然这个地图上的据点提示我们这一切是个骗局，升阶任务中让我找个骗子，恐怕就是布置了这个骗局的人吧。虽然还无法确定骗子究竟指的是谁，但是第2个升阶任务总算也不是毫无头绪了。无论如何，这个屋子应该是最暖和的一间了，而且燃料和食物也不需要我额外去搜集，更何况这个屋子里应该还藏着其他的线索才对。早知道我也整个侦探当做职业了。等下这个游戏里有个真的侦探，我可以利用他的能力啊，真是猪脑子，完全陷入思维定式了。如果怕他发现我的职业可能是欺诈师，我用完他的能力之后把他灭口不就行了？时间紧迫是一码事，身体状态是另一码事。休息一下吧，睡个15到20分钟左右吧。3点半左右出门，争取尽快找到侦探福尔波洛，今晚就把他抓回来当口力。林叶并不担心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睡过头，他从小时候就有一种给自己设闹钟的能力。睡前林叶想多长时间之后醒来，他就可以多长时间之后醒来。目前为止，林叶还没失误过，当然并不是精准到分钟级别的，但是林叶基本能够做到10分钟以内误差。